娘亲，乐乐好饿呀。他真的穿越了，他堂堂天才药剂师兼商业帝国隐藏大佬，在上班路上倒霉悲催的被跳楼自杀的人砸中，穿越成了同名同姓的未婚生子的古代村妇身上。从没谈过恋爱的她一下子成了2个孩子的娘，而原主因把口粮省给2个孩子，所以长期喝水度日，活活给饿死了。娘亲，安安不。只不过安安才刚说完话，他肚子里就传来咕噜咕噜的声音。好，娘亲，这就给你们做饭吃。话是这么说，可到了自家简易厨房，骆小兵瞬间无语。没油，没盐，没米，没面，好穷啊！骆小兵，你个死丫头，给我出来！正当骆小兵因为没有食物而头疼时，外面传来一声暴喝。骆小兵还没反应过来，便见身边2只包子因恐惧而身子瑟缩了下。来人是原主大伯娘，平日里没少欺辱原主娘仨，也怪不得2个孩子听到这声音就这般恐惧了。你们2个先回房待着，娘亲去就来。你来做什么？你这个黑心烂肝的贱蹄子，有你这样跟长辈说话的吗？原主本是十里八村第一美人，可没了清白的美人独居，总会遭人惦记。为自保清白，原主才用剪刀划伤了脸。如今第一美人也成了人人口中的丑娘。黑心烂肝的贱蹄子，骂谁呢？黑心烂肝的贱蹄子自然是骂你。哦，2个小野种躲什么躲，还不给我过来！安安乐乐，你们回房去。你这贱丫头，你再骂一句试试！你坏了咱们骆家的名声，之前害得你姐姐被退亲，如今又害得她被休回家，你要怎么负责？那大伯娘想要我怎么负责？这个简单。这说起来呢，你也是我们骆家的姑娘，我这个做大伯娘的也不为难你。你当初做了那种事情，如今想要挽回名声，就只有你嫁人了。只有你嫁了人，咱们骆家才不会被人戳脊梁骨。你姐姐也好，再找个婆家。大伯娘请回吧。你什么意思啊你啊？意思是我不嫁。你当真不嫁？当即心中冒火，想都不想，一巴掌就朝着骆小兵脸上呼。娘亲！安安乐乐见娘亲要被打，连忙从屋里冲了出来，可才踏出门口就被眼前一幕惊住了。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的娘亲不仅没有被打倒，还打了大婆婆一巴掌，并且还一脚将她踢翻在地了。娘亲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骆小兵收回脚，身心都觉得舒爽。什么见鬼的不能动手，什么见鬼的孝道，他不是原主，做不到范梨花都动手了，他还能无动于衷的等着挨打。他的座右铭是，别人欺他，那就在别人没出手之前欺回去。骆小兵，你敢打长辈，看我不找村长来将你赶出大兴村，你给我等着瞧。说完，范梨花恶狠狠地瞪了一眼骆小兵，骂骂咧咧的就走了。范梨花嘴里嚷着要找村长，却并没真的想去。同张老爷的交易，他可不想被旁人知道了。张老爷要的是孩子，给的报酬也丰厚，只是这骆小兵不肯嫁，他得想个法子才行。
还有，骆小兵今日竟敢对他动手，他可不能就这么算了。此时正用水汪汪大眼睛看着自己的安安和乐乐，骆小兵想到自己刚才暴力的一面，不由得有些忐忑起来。刚才骆小兵想解释，却又想不到好的理由，不由得有些泄气。你们有被娘亲吓到吗？没有，我喜欢这样的娘亲。以前的娘亲总是被欺负，现在的娘亲会欺负人了，很好。乐乐点头表示同意哥哥的话。你们乖乖的在家待着，娘亲上山摘点野菜就回来。没多久就到了山脚下，只是放眼看去，却没看见一根能吃的野菜。想来估计是被村里的人采光了。骆小兵还是鼓足勇气往深处走了一点，因为之前村里有人被大虫咬死过，就没有人敢往深处去了。但骆小兵很清楚，要再没吃的，他怕是得又饿死一次。惊喜的是，入山的地方是一片松林，地上的松针不仅有松果，还有大片的蘑菇。因为村民都以为蘑菇有毒，所以没有人敢采摘来吃。没一会儿，他背着的篓子就被装满了，有几棵枯枝上挂满了红果子，是辣椒，已经完全成熟且自然脱了水的辣椒。原主的记忆告诉他，这个时代是没有辣椒的，所以这几株已经完全成熟的辣椒代表着美食和商机。才刚要走到辣椒前，脚下就被什么绊了一下。一想来，骆小兵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里面是澄澈的清泉。他的手举起一盆水，要放到了嘴边，清甜爽口的滋味让原本因为长期饥饿而混沌的脑袋瞬间清明起来，身上也有了力气。骆小兵眼底惊讶有之，但是更多的是惊喜。正疑惑时，安安乐乐两张因饥饿而显得瘦弱的脸出现在骆小兵的脑海中。不行，我得回去。骆小兵才话刚落，他人便出现在他刚才摔下的陡坡下。骆小兵便反应过来了，是怎么回事？太好了，穿越爸爸居然给他安排了金手指。骆小兵不忘采摘他的辣椒，几十个辣椒小心翼翼摘下之后，骆小兵直接扔进空间，背起自己的背篓，就急匆匆往家的方向赶。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只是还没有到自家茅草屋，远远的他便瞧见本应该安静的茅草屋前竟是聚集了不少的村民。想到之前大伯娘的不怀好意，一股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骆小兵着急地加快了脚步。茅草屋前，安安正满头是血地躺在地上，人已经昏迷，而乐乐此刻已不知去向。顾不得其他，骆小兵将身上的背篓往旁边一扔，便赶忙上前查看安安的情况。爷爷是中医，他虽然最后做了药师，可与将爷爷的本事学了个7、8成，把脉什么的自然不在话下。在确定安安脑袋上的血只是外伤，他是饿晕了之后，骆小兵的心这才安了下来。既然安安没事，那么就该他算账。悄悄给安安喂了滴灵泉水，骆小兵站起身，冷冷地扫向围观的村民。我儿子谁打的？村民们不敢与骆小兵的眼神对上，却是不由自主地朝着旁边一个身形消瘦模样的刻薄妇人看去。骆小兵随着众人的视线看去，村子里的李寡妇是个泼辣的主，而看到李寡妇时，他心中莫名有些畏惧，而原主之所以对他畏惧，也就是因为被这李寡妇欺负得惨了。这李寡妇会是打安安的人吗？骆小兵一边回想，一边用目光打量着李寡妇，
李寡妇被骆小兵看得有些心虚，下一刻却是破口大骂：“你个不要脸的贱货，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长得什么丑样，还敢勾引我儿子！呸！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凭你也配？我儿子是你打的，是我打的，又怎么样啊？谁让你勾引我儿子？”清脆的巴掌声之后，四周一片安静。这李寡妇虽然是秀才他娘，可也是出了名的泼辣，可李寡妇今天却是被打了，还是被出了名的好说话的骆小兵给打了。众人一时间有些回不过神来，只能傻眼看着。就是李寡妇自己此时此刻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的瞪着骆小兵：“天杀的贱人，你居然敢打我！我跟你拼了！”李寡妇回过神来，就气得要跟骆小兵拼命。只是不等李寡妇打到骆小兵，骆小兵又一巴掌打在了李寡妇的脸上。李寡妇一时间都被打懵了。“天杀的，我不活了！”李寡妇回过神来，就往地上一坐，撒起泼来：“这不要脸的烂蹄子勾引我儿子，我不同意来说道就被打，我被这小辈打了脸，还叫我怎么有脸见人啊？我还不如死了算了。”这李寡妇好歹是你长辈，你这样打人家脸可是太过了。这事情本身就是你的错，人家就那么一个儿子，就算是个官夫，那好歹也是秀才，也不是你能肖想的。人家当娘的不同意也没错，你怎么就能将人家打成这样？这太不像话了。面对村民的指责，骆小兵的心一沉，见过不辨是非的，没见过这么不辨是非的。若是从前，他必定会对回去，可今时不同往日，他要在村子里好好的带2个孩子过，就不能把村民们都得罪了。想了想，骆小兵便悄悄地捏了捏自己的大腿，疼得他眼泪瞬间就出来了。“王大婶，我知你平日里最是明辨是非的，如今这般说我，必定是不知前因后果，这才冤枉了我。我不怪你。”骆小兵看向那个指责自己最狠的妇人，一脸伤心。演戏谁不会啊？大婶这才刚来，要不你给大婶讲讲，若真是冤枉了你，大婶给你赔不是。这李婶子趁我不在家，将我家安安打得满头是血，如今更是昏迷过去，不知生死，又口口声声说我勾引他儿子，正所谓捉贼捉赃，捉奸捉双，这空口白牙的就诬赖我勾引他儿子，这可是把我往死里逼呀！王大英朝着地上的安安看去，见安安头破血流，不省人事，王大英不由得倒抽了口凉气。我家安安如今被打成这样，我这做娘的难不成还不能给孩子讨回公道？若是这般，我倒不如一头撞死，也省得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欺负，还不能帮着。村民们看到地上的安安，又听着骆小兵的话，一个个脸上露出惭愧来。换作是他们的孩子被人打得不省人事，他们也会去跟人拼命的。2巴掌还是轻的了。众人对着李寡妇指指点点，口中也带着指责：“你胡说！你儿子是自己摔倒撞倒的，不关我的事儿。”娘亲！就在这时，乐乐的声音响起。骆小兵顺着声音看去，便见乐乐朝着他跑来。娘亲，哥哥流了好多血，哥哥会不会死啊？有大夫在，哥哥会没事的。乐乐乖，告诉娘亲发生了什么事，哥哥为什么会昏倒好吗？李奶奶骂娘亲，哥哥不许她骂娘亲，他就推了哥哥，哥哥摔在石头上，流了好多血。李氏，你推的人家孩子，我们可都是看到了的。你说人家孩子是自己撞倒的，是当我们眼瞎不成？
我骆小兵没别的本事，可是2个孩子却是我的命。今日我将话放在这里了，若是我儿子有个3长2短的，我必定就去县里告到衙门里去。我倒是要看看秀才的亲娘打伤了孩童，要被判个什么罪。那秀才有个犯了罪的娘亲，是否还能科考？你儿子就出点血，能有什么事儿啊？这村子里的孩子谁家没有个磕磕碰碰的？既然出点血没事，你何不将你儿子的脑袋打破，再说这话？这孩子体虚，得多补补，否则……人是你打出好歹来的，你怎么也得赔小兵医药费吧？凭什么？你不赔也行，咱们衙门里见。你要多少赔偿？不多，3两。从怀中掏出几十枚铜钱。我就这么多，多的没有了。你若是不愿，我就只能一头撞死在这里，以命抵命了。行，那你就撞死吧，我赔钱。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娘亲，咱们有银子了，是不是就不会挨饿了？骆小兵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在徐大夫把脉不久，他就发现安安醒了。只是他没想到这孩子竟能够沉得住气，忍到现在才睁眼。以后娘亲都不会让你们饿肚子。好了，娘亲啊，去给你们做好吃的，你们先休息，等睡醒了就有得吃了。2个孩子都很乖的点点头，十分懂事，来到厨房开始做吃的。唯一食材是蘑菇，骆小兵便准备先弄一锅野菌汤。婶子，你怎么来了？嗨，这不看着你们娘仨揭不开锅了，想着这一下子你也买不到粮食，我特意从家里拿了些东西来给你应应急。只是在看到骆小兵砧板上放着的蘑菇时，张陈氏当即脸色大变。婶子知道你日子过得艰难，可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如今孩子眼看着一天天长大了，你可不能这个时候想不开啊。婶子，我没想不开，你若是真不寻死，就听婶子的，将这些毛窝窝给扔了，这些吃不得。虽只是误会，但骆小兵心中却暖暖的。婶子，你误会了，有些毛窝窝确实是有毒，但这些毛窝窝是没毒的。之前村子之所以吃死了人，那是因为他们吃的都是有毒的。这些蘑菇都能吃，且味道极其鲜美，我之前吃过，什么事情都没有。你当真吃过啊？真的？不是寻死就好啊，这日子再艰难，那也是得好好过的。说着，张陈氏掀开篮子，露出里面的一个鸡蛋和一些粗粮。最让骆小兵惊喜的是，里面竟然还有一点点的粗盐。婶子也没什么好东西，这些你先拿着。骆小兵眼眶有些红。村里人都怕张陈氏，因为他太活泼了，可是只有他知道，张陈氏才是最心善的人。哪怕张陈氏自己的日子也不怎么好过，可张陈氏这些年来却没少帮原主。骆小兵从篓子里一样拿了几朵蘑菇递给张陈氏。婶子若是信得过我，就拿回去煮汤吃，我敢保证这东西没毒，味道鲜美。自是信得过你，那我就拿回去了。几个孩子还等着吃饭，我就不多留了。娘亲，好香，要吃。你们2个先去洗手，娘亲啊，这就给你们盛着吃。给2个孩子一人盛了一碗野菌汤。乐乐早就饿了，迫不及待的就喝了一口，好喝。而安安也在吃了第一口后眼睛亮了亮。等安安乐乐吃完野菌汤之后，骆小兵又给2人分了一碗鸡蛋羹。2个孩子吃得十分满足。怎么了？有话要跟娘亲说吗？娘亲，咱们会死吗？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安安知道娘亲很累，安安不怕死。见安安又提到死，骆小兵终于觉得不对劲了，放下手中的活计。安安，
娘亲保证，咱们都会活得好好的，不会死。只是安安，你可以告诉娘亲，为什么你会觉得咱们会死吗？安安闻言，看向一旁没有吃完的蘑菇。那些村子里的人说吃了会死人，娘亲，咱们真的不会死吗？是不是村子里的人故意骗安安的？罗小兵闻言，喉咙微哽，眼眶一阵酸涩。这孩子明明以为蘑菇有毒，却乖乖的吃了，简直太让人心疼了。忍住泪意，罗小兵艰难的开口：既然安安以为有毒，为什么会吃啊？因为安安知道娘亲养我和妹妹很辛苦，安安不想娘亲辛苦，只要跟娘亲在一起，安安就什么都不怕。听着安安的话，骆小兵再也忍不住，一把将安安抱进怀中，眼中的泪也跟着掉落下来。安安不会死，娘亲也不辛苦，娘亲一定会努力让安安过上好日子的。因为有了之前的事情，骆小兵不敢再将两个孩子独自留在家里，于是早餐吃了野菌汤后，小兵便背着背篓，一手牵着一个孩子往镇上去。这位大姐，我们福满楼的菜并不便宜。多谢小二哥提醒，只是我来这里心中自然有数。店小二见骆小兵一脸自信，倒不像真如表面那么穷困，便还是将人给迎了进去。安安乐乐乖啊，待会儿就有好吃的了。我要一份山珍汤包、老君红烧肉、金汤真菌豆腐，就先来这3道吧。骆小兵的声音不小，这大家听都没听过的菜名，瞬间吸引了周围食客的注意，一个个的目光都看向这边。店小二更是听得一愣一愣的。这红烧肉他知道，可是老君红烧肉是什么？还有山珍汤包、金汤真菌豆腐，他更是听都没有听说过。实不相瞒，大姐你点的菜我们这儿都没。既然你家没有，我便去对面万香楼看看吧。小娘子请留步。掌柜的叫住我，可是你家厨子能做这菜？实不相瞒，这菜我们福满楼没有，那对面的万香楼也不可能有。原想着我手上食材不全，都买了来做不太方便，才来酒楼。既然你们两家都没法做出这东西，我还是自己去备齐食材吧。小娘子稍等，我这厨房就有现成的食材。小娘子若是会做，不如就在我们厨房做如何？让我做也行，但咱们事先得说好了，东西若是做出来了，就是我的。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骆小兵从自己的背篓里一一翻出青头菇、猴头菇、羊肚菇、松茸、黑松露等或名贵或普通的菌种摆了一排，正准备处理这些菌类。好你个黑心的丑妇人，你拿这些有毒的玩意儿来我们厨房，究竟是安的什么心呢？掌柜的，咱们报官吧，把这恶毒的妇人送进官府。小娘子，这事情你怎么解释？掌柜的只需要相信这些无毒且十分美味，并且十分难得便是。实在不行，掌柜的只需借我锅灶食材，银钱我照付。秦掌柜看着骆小兵，见骆小兵的眼神自信，并没有算计或者心虚，心中也信了大半。最终秦掌柜想到对面的万香楼，终还是决定赌一把，点了头。菜做好之后，原本大堂中有许多食客没走，就是为了等骆小兵口中的滋味鲜美的菜色。前头菌汤的香味飘出来时，就有许多人蠢蠢欲动，坐不住了。先给两个孩子盛了菌汤，母子3人就在众人的注视下旁若无人地吃了起来。终于有人在流了无数口水后，不甘只用眼看，便喊来店小二，跟你们掌柜的说，
不管多少钱，给我一样来一份。我也要。一声接着一声，竟是大半的人喊着要吃骆小兵桌上的东西。小娘子，可否让我尝尝？骆小兵原本就等着秦掌柜，自是没有不愿意的。秦掌柜见此谢过之后，便拿了汤勺盛了一碗山珍汤包，又加了一些红烧肉和豆腐之后，转身便走。骆小兵注意到秦掌柜直接端着托盘上了2楼。这是什么？回主子，这是毛窝窝。毛窝窝，公子等等，这上等的军鼓只有皇宫才有，你却拿它们跟那些有毒的玩意儿相提并论。随即在秦掌柜的目瞪口呆下，红衣公子夹起菜便品吃了起来。原本动作还有一些漫不经心，可菜一入口，那鲜香可口的滋味萦绕舌尖，红衣公子的眼神瞬间就亮了。不论代价，方子买下。小娘子，请等等。秦掌柜这是……小娘子，请随我到后面去。小娘子今日前来，怕不是为了吃东西吧？就是不知秦掌柜是否愿意与我合作了。小娘子准备怎么合作？姓骆，掌柜的叫我骆娘子就成。至于合作，秦掌柜想如何？这菜方我愿意用3两银子一个向小娘子买下。至于军鼓20文1斤如何？骆娘子，我这价格是十分公道的，不能再高了。骆小兵一共带来了新鲜菌菇30斤，正好600文，风干的菌菇10斤，按照每斤35文的价格卖了350文，再加上3个菜方，秦掌柜一共给了10两银子。见此，骆小兵免费又赠了一个风干菌菇的菜谱。而在拿菌菇时，掌柜的发现了放在一旁的松子，但骆小兵的松子经过特别的步骤，不仅没有松油的味道，而且还个个开口。秦掌柜尝了后大喜，便一口气将骆小兵的松子全买了。收了银钱后，秦掌柜便又商量着与骆小兵签了个契约。契约上写明，骆小兵不得再将菜方透露给其他人，并且长期提供菌菇和松子，并且放下豪言，骆小兵有多少就收多少。骆小兵直接去了米粮铺子，一口气买了30斤大米，20斤白面。骆小兵就拿了1斤盐和1小罐的酱油。小娘子可是要买菜啊，我全都要了。等买了肉之后，骆小兵又去杂货铺买了碗筷，还有瓜子点心这些。为了以防万一，骆小兵将大部分的粮食都给藏了起来，只一样放了1两斤在房间里。收拾妥当之后，就是做晚饭。娘亲，我帮你烧火。娘亲，我来摘菜。骆小兵将猪板油切成大块，洗干净后便扔进了锅里翻炒。待水分蒸发开始出油后，骆小兵便转身开始和面剁馅儿，一个芹菜肉馅儿，一个蒜苗大白菜肉馅儿。调好之后，骆小兵就教2个孩子包饺子。骆小兵见油渣已经凉了一些，就拿了2个小碗，一人装了小半碗，递给安安和乐乐。趁热把这些油渣给吃了。安安接过碗，从碗里拿出一个最大的，递给骆小兵。喏，娘亲先吃。娘亲你吃。真香。行了，你们啊自己出去吃，娘亲很快就包完饺子了。想了想，骆小兵留了32个，剩下的20个便全部都倒入了锅中。安安乐乐这个时候已经抱着空碗进来了。骆小兵给一人盛了1碗饺子，一家3口便高高兴兴地吃了起来。骆小兵捡了12个饺子，又装了1碗的油渣，
再拿了些瓜子点心装进了一个小背篓里，就带着2个孩子出门了，到了张陈氏家。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小冰姐怎么来了？二郎，谁来了？小兵来了，我们正吃着饭呢。你吃了没？没吃啊？来来来，一起吃。小兵妹子，这眼看着就要入冬了，家里大大小小好些张嘴，我家也不容易，实在是没有多余的粮给小兵妹子了。呸！你个眼皮子浅的玩意儿，家里何时端你吃穿了？我这还没死呢，你就想越过我去了？行了，翠兰，少说一句，你看娘都生气了。妙翠兰看着婆婆阴郁的表情，到底也不敢再说什么。婶子，我今天来是来感谢你这些年对我的照顾的，这是一点小小心意。翠兰的话你别放在心里，你这也不容易，才得了点银钱，应该紧着给2个孩子补补身子，大可不必这样破费啊！这些东西啊，婶子不能要，你自个儿拿回去换些粗粮回来，省着点用，也能好好的度过这个冬天了。婶子别担心，这些东西并非动用的那3两银子来的，没动用那3两银子。婶子，今儿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这钱就是他卖了山上采的菌菇和松子得来的银子买的，如今需要长期供应，但是他一个人人手不够，还得带2个孩子，就想让张陈氏带着家里的人一起弄。他以菌菇12文一斤，没脱皮的松塔6文钱一斤的价格收购。那些菌菇还真能吃啊！骆小兵大概也知道了，自己给的菌菇张家人没吃，张家人不敢吃倒也正常。骆小兵在让张家人暂时保密后，就跟张陈氏约好，明日山口集合，教他们认菌菇，就先带着2个孩子回家了。只是才刚刚到家门口，骆小兵脸色就是一沉，他离开前在篱笆门上做的记号没了，显然是有人来过了。果不其然，一进家门就见家里被洗劫一空，破旧的被子被人抖落在地，木板拼搭的床也被松动过。见此情景，骆小兵只觉得滔天的怒意直窜脑门。这时乐乐忽然张口大哭起来，见乐乐哭得正伤心，而安安也是眼眶通红，却又努力隐忍着眼中的泪，不让它掉下来。见2个孩子这样，骆小兵一阵的心疼。有娘亲在，没事的。娘亲，吃的没了，咱们会不会又饿肚子？安安也看着自家娘亲，小脸上也写满了担忧。这2天好不容易吃饱了，她不想再饿肚子了。你们忘了娘亲有藏粮食吗？倒是安安想到娘亲藏的粮食，眼神发亮，转身就往外跑。只见安安吃力地扒拉着柴火堆，然后露出里面骆小兵藏好的米面。看到这些米面，安安小脸上的表情这才舒缓一些。太好了，咱们不会再饿肚子啦。安安乐乐，还记得娘亲说过以后再不会让你们饿肚子的话吗？娘亲已经不是以前的娘亲了，现在娘亲会赚钱，以后绝对不会让你们有饿肚子的机会的，你们记住了吗？在他看来，安安乐乐还小，他希望他们能够安然无忧的成长，不希望他们小小年纪就为粮食发愁，这样会使他们从小就缺乏安全感。娘亲真好。娘亲，那些被偷走的东西怎么办啊？那些东西可是娘亲辛辛苦苦赚的银子买来的。骆小兵就开始清点自己遗失的东西。嚯，果不其然，除了藏在柴火堆里的米面和他藏在别处的银子，其他的东西全都被偷了。房间里的瓜子点心，1斤多的米面，炼好的猪油连油带罐子，20个饺子，还有油渣、粗盐，还有调料，
以及2斤多的里脊肉，外加今日才买回来的所有蔬菜，外加他的大破背篓，竟是一点东西都不给他剩。能搜罗得这么干净，且还连他的破背篓都不忘一起背走了的人，骆小兵瞬间就有了一个怀疑的对象，他的那个极品二婶赵氏。骆小兵趁着天还没黑，带着2个孩子就出门了，直接将孩子带到张陈氏家，我还没休息的张陈氏给看一下，毕竟待会儿要发生的事情，他不想将2个孩子给吓到。骆小兵出来时，村里的那些妇人以最爱八卦的王大英为首，拦住了骆小兵的去路。这天都快擦黑了，你怎么来村里了啊？见有人问，骆小兵也没藏着掖着，将自家被搜刮干净的事情给说了出来。王婶子，我这也是实在没得办法了，我家2个孩子瘦成那样，我也是咬紧了牙才买了那些东西，也不知有了这顿还有没有下顿的，这可要我们娘仨怎么活啊？那小兵，你这是准备怎么办啊？我这孤儿寡母的，遇到这事情也不知怎么办，也只得去老宅那边看看，毕竟他们也是我的长辈，我只希望他们能够帮我出个主意，否则我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下去了。让他们帮你出个主意也是应当的。骆小兵上前敲响了骆家老宅的大门。骆家祖上是当官的，因为得罪了贵人，才不得不搬到这小山村来。就说这青砖大瓦房，在整个大兴村，可是除了李正家和张大全家，就属骆家才有。你来这里干什么？也不怕脏了这老宅的风水？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呀，赵春花呀，你家这侄女可真是可怜啊，家中都遭了贼了，你作为长辈可不能不管啊。因而见骆小兵进去，赵氏还没有反应过来时，一个个的也全都麻溜的挤进了骆家。骆小兵注意到院子里摆着饭桌，饭桌中央有一个油汪汪的空碟子，从桌边那些散乱的椅子便能看出来，刚才这里还坐了人的。而旁边不远处的几个小板凳旁边的瓜子壳，更是印证了他的这一个判断。显然在听到外边的动静后，骆家的这些人都躲进了屋子里。因为骆家人口多，他的那个奶奶骆陈氏向来抠索，为了节省粮食，骆家一般是不吃晚饭的。可如今厨房的方向却是飘来一阵阵肉香味儿。娘，我还要吃油炸。这男孩正是赵氏的小儿子，老宅这边最小的孙子骆望兴。因为最小也是最受宠，所以骆望兴平日里最为霸道，平日里没少欺负安安。骆小兵冷冷看了一眼骆望兴残留在嘴角的油炸沫子，直接便朝着厨房而去。赵氏见骆小兵的动作，对着骆望兴张口就骂：吃，就知道吃，咱们这一大家子人穷的都揭不开锅了，哪有油炸吃啊？说完就匆匆地追着骆小兵往厨房去了。一大锅的杂面面疙瘩煮里脊肉块，还飘着20个白白胖胖的饺子。我死鬼投胎的你，一来就揭我家锅盖，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贱命，还敢惦记我家的吃食，你……赵氏话还没有说完，骆小兵就直接将手里厚重的木锅盖朝着他扔去，吓得赵氏尖叫连连。前来看戏的人也没想到骆小兵会来这一出，一个个全都愣住了。刚才小兵说的这家里都被偷了啥，你们可还记得？这人一提醒，先前在场的人立刻想明白了。哼，方才我吃晚饭的功夫还看着赵春花从村口背这个背篓回来，我这还奇怪，这么晚了怎么赵春花还出村了，却原来是做贼去了。好你个尹小红，跑我家来瞎咧咧胡诌来冤枉我，
毁我清白，看我不撕烂你的舌头，我让你再敢乱说话。王大英上前帮尹小红，没一会儿，赵氏被打得哇哇大叫，厨房这边闹腾的不行。作死的玩意儿，来我骆家撒泼，是当我骆家没人了吗？骆陈氏，也就是骆小兵的奶奶，第一个出来，张口就骂骂咧咧。骆陈氏横了一眼一旁手足无措的四媳妇骆王氏，没用的东西，人家妯娌间还知道相互帮衬，你就跟个木头桩子似的杵在那里装死，白瞎了这么多年的粮食，就是为了狗，狗也会帮着看家护院。婶子，你这话说的可就太膈应人了，这我也不过是瞧着小兵那孩子可怜见的，说了句实话，就被你家媳妇儿给打了。这既然是被打，还不行我们打回去啊？难不成只许你骆家的人打人，庞家的都不得打人了？也不知这是个什么一个道理。这尹家妹子啊，最是直爽不过，这我知道。只是我那妯娌先前是去了山边割猪草去了，可不是妹子你说的做贼去了。尹家妹子可别被别人给误导了，这饺子肉块什么的可不是谁家都能吃得上的啊。赵氏一听自家大嫂这样一说，不由得挺直了脊背。我想起来了，早上我去买这些东西回来的时候，可是被那小兵看到了，该不会是他饿死鬼投胎想吃好的，这才谎称自家遭贼了吧？作死的丧门星，赖心肝的丢脸玩意儿，来老宅撒野，你有没有将我这个奶奶放在眼里？这个不孝的玩意儿是要遭天打雷劈的。二婶刚才说你早上去买的东西回来遇上的我，那容我问一下，二婶是什么时候遇到的我？又是怎样的情况下让我看了你背篓里的东西？自然是40刚过的时候了，我经过你家门前，你见我背着东西舔着脸要让我给你看，我作为二婶自然不能不给你瞧瞧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村长，你来了正好，我这侄女太大逆不道了，竟然放火烧了我们家厨房，这样的人留在咱们村里就是一个祸害呀！我们村里该留什么人，不是你说了算。我如今再问小兵，你开什么口啊？然后骆小兵就将前因后果给说了一遍。村长，我这侄女说的不错，是我那不成器的弟妹做错了事儿，可你也瞧见了，这骆小兵既然放火要烧我们家厨房，这又该怎么论呢？村长，若非是我们娘仨真活不下去了，我又岂会做出烧人厨房的事情？如今已经临冬，我们娘仨就只有那3两赔偿的银子，给安安买了药之后也没剩多少了，就指望着买点好的给孩子补补身子，好让孩子们有个好体质，熬过今冬，也是实在没得办法了。今日我便把话放在这儿了，你们若是不将我的东西还给我，今日我没点了你们家厨房，待改日我必然烧了你们的屋子。你们即使不让我活命，我自然是什么都不怕的。大夫，这事情确实是你们老骆家做的不对，可别真将人逼上了绝路了。难不成为了一口吃的，你们连你家骆和兴的前程也不要了？还不快将他的东西全拿来！可这些东西有许多被吃了，我是真拿不出来。小兵啊，你那些东西都被你那些贪嘴的弟弟妹妹侄子们给吃了，我们确实是拿不出来。要不那锅里的肉和饺子你拿去吧。那锅东西既是煮了，大伯你们就自己留着吃吧，至于差的那些东西就由你家一窝的母鸡来补就成。
黑心肝的玩意儿，你东西是金子做的，还想要我们老骆家的鸡，你怎么不去死啊？鸡是不愿意赔鸡，那就折价吧。白面18文一斤，精米20文一斤，白面精米各少8两，这2样算你们30文钱。菜少了一半，算5文。猪肉18文一斤，少了1斤半，算你们27文。饺子算你们20文好了。至于我的油渣，那是没有沥干油的，加上猪油也少了1勺，就算你们20文就成。酱油和盐150文，瓜子点心还有碗筷70文，加起来320文。最后，脸色苍白的赵氏将其他藏起来的东西都拿了出来，只是这差价还是有70多文。于是最后还是给了骆小兵一只老母鸡。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婶子，有昨日那一场，这2孩子放家里我不放心，带到山上更是不方便，我想托婶子照顾一下。有毒的蘑菇一般色彩较为鲜艳，井盖凹凸不平或掰开有臭味，外形各异，局部厚实，颈部细长或粗而脆易折断。而后骆小兵就教他们采摘他需要的食用菌类。等教的差不多了，骆小兵这才对张陈氏说道：婶子，我先去周围看看，你们自己采，采好了先背去你们家就行了。他家的茅草屋太不安全，要被人看到这么多的菌类，怕是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婶子知道你是一个有主意的，但这山林里猛兽多，你在周围转转就行，可别往深处去了。婶子放心，我就在周围转转，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能卖钱，不会往深处去的。一入深山，骆小兵瞧见遍地都是药材。骆小兵激动而又小心翼翼地将那红色的人参种子摘下，然后随手扔进了空间里。足足挖了小半个时辰，骆小兵这才终于将整株人参连身带根的都给挖了出来。骆小兵又在路上收获了贝母和天麻2种不便宜的药材。只是再往前，骆小兵的笑容就忽然僵住了，面色也变得凝重起来。看着男人浑身染血，脸上还被砍了一刀，血肉模糊，看着十分骇人，伸手探向男人的脉搏，还没死。只是确定男人没死之后，若是见死不救，这男人迟早要死。他这一身的血腥味，怕是会引来野兽，到时候怕是尸骨难存。可若是救了，说不准会给他带来许多的麻烦。若是没有猜错，这男人应该还中了毒。明显的，这男人的身份不一般，这也意味着他将会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思及此，骆小兵收回手，转身就要走。只是骆小兵才刚抬脚，他的脚腕就被人给牢牢地抓住了。救我！不行，你别怪我心狠，实在是你看起来像一个大大的麻烦，我不想沾惹麻烦，所以你还是自求多福吧。救我！我给你报仇。你先说说看，能给我什么样的报酬？齐天浩眼睛都没睁开，只吃力的抬手往自己的衣襟上摸索。骆小兵看齐天浩的动作实在艰难，于是蹲下身，伸手就毫不客气地朝着齐天浩的身上探去。齐天浩的身子僵住了，原本没力气睁开的眸子也在这个时候因为震惊和愤怒而睁开了。齐天浩瞪着眼前对自己上下其手占自己便宜的丑女人，心中愤怒无比，有种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感觉。喂，你身上只有这玉佩，你是要以这玉佩换命吗？毕竟他摸索了他的全身，除了这块玉佩，他别的什么都没有摸到。看在这玉佩能值些钱的份上，
他还是可以勉为其难地收下的。齐天昊见骆小兵手中拿着的玉佩，眼神复杂，知道骆小兵不是占自己便宜，而是搜他身上的东西时，那股子的愤怒也悄然收敛了下来。这是我的传家玉佩，传习。骆小兵只觉得手中的玉佩烫人，正要还给齐天昊。姑娘若救我，玉佩先给你，日后凭着玉佩必用重谢换回这玉佩。齐天昊的脸色越加苍白，呼吸也越发不稳起来，眼看就要撑不住了。行，玉佩我收下，到时候你带着银钱来赎就成。遇到我，算你走运。齐天昊对于骆小兵不抱什么希望的，毕竟看打扮，骆小兵不过是一个很穷的村妇罢了。但他如今也没别的选择，也只能选择相信他了。在听到骆小兵答应救他之后，齐天昊终于还是支撑不住，晕了过去。骆小兵知道地上的男人已经命在旦夕了，便调出空间的灵泉水，顺着指尖滴入了男人的嘴里，先保住这男人的性命。至于其他，得先将他带回家再说。大郎二郎，你们赶快过去帮忙。小兵妹子，这人还活着吗？想着自己要是不给一个合理的解释，怕是会让他们起疑。小兵啊，你这打哪儿捡回来的男人？可不要惹上什么麻烦才好啊。婶子，这人我认识，我必须得救他。就算不认识，如今也只能认识了。啥？你老实告诉婶子，这人是不是跟孩子的父亲有关啊？骆小兵完全没想到张晨氏会这么问。他原本想要编造的理由是，这个男人是他的师兄来着。毕竟日后他肯定会展露自己的本领，那就得编造一个师傅。这既然有师傅，有师兄也不奇怪不是？只是顺着张晨氏这话一想，似乎这个理由也不错的样子。毕竟安安乐乐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那么他不就可以用他们的父亲来做文章了吗？婶子猜得不错，他确实与孩子的父亲有点关系。小兵啊，这些年婶子也不敢问你孩子父亲的事情，可婶子很想知道孩子父亲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你能告诉婶子吗？既然他准备把安安乐乐的父亲当幌子，他自然就要弄一套说辞出来。于是骆小兵垂下了脑袋，一脸的伤神。孩子爹怕是回不来了，那眼眶竟是一下子就红了。显然他们都相信了孩子爹已经死了的事实，因为这是5年来骆小兵第一次提及孩子爹的事情。5年来小兵都没有开口，想必就是不想提起伤心事。小兵啊，你也别怪婶子多嘴，只是这些年来你太不容易了，总得有个男人帮衬一下，这日子才能过得去呀。婶子，不瞒您说，我现在只想赚钱盖个牢固点的房子，其他的暂时不想。劳烦大郎哥二郎弟弟帮我将人扶回去了。大郎二郎自然不会推诿，扶着人就往山下走。婶子，今儿个的事情还希望婶子能够帮我保密，我不想节外生枝，这你放心，我自是不会乱说，毕竟关乎着你的名节。大郎二郎我也谁都不让说。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小兵姐，我想你家没有男人的衣裳，我把我的拿来给人换上。骆小兵闻言很是感谢，他还正愁那男人衣裳一身血迹会吓到2个孩子呢。二郎怕骆小兵一见女流不方便，就主动留下来给男人换洗。二郎，明个我要将那些菌菇拿到镇上去，你家有牛车，你帮我赶车送货吧。二郎是个实诚的，拍拍胸脯表示没问题。说定之后，骆小兵让二郎他们先忙自己的，等他这边处理完了再去接2个孩子回来。
二郎走后，骆小兵仔细地看着床上的齐天浩，没受伤的那张脸真的是惊为天人，好看到爆。只可惜脸上那伤疤硬生生毁了这好看的脸，显得十分的狰狞可恶。杀人还带毁脸的，该不会是对方嫉妒你长得太好看了吧？骆小兵看着齐天浩的脸，忍不住嘀咕。不过床上的人还处于昏迷中，自然不可能回答他的问题，因为齐天浩脸上的伤疤太血腥骇人。骆小兵担心安安乐乐回来会被吓到，便从空间选了一些药材出来，混合一些灵泉水做成药泥，然后均匀地敷在齐天浩脸上的伤口上。回到家以后，两个孩子看到家里忽然多了一个男人，表情各异。安安只是沉默着，蹙眉看着躺在他们家唯一床上的男人，小表情看起来有些严肃，而乐乐却是双眼亮晶晶的，一脸的兴奋。娘亲，他是谁啊？娘亲，他就是爹爹吗？乐乐，这位叔叔是你们爹爹的朋友，他现在遇到坏人受了伤，娘亲只能带他回来住一段时间。娘亲，爹爹的朋友在这里，那爹爹是不是也要回来了？这个娘亲不知道，要不等这个叔叔醒来了问他好了。骆小兵也是没办法，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圆这个谎，只好将问题抛给还在昏迷中的齐天浩。娘亲，咱们晚上睡哪里啊？别担心，娘亲会想办法的。骆小兵安慰完两个孩子，就要准备晚饭。吃完晚饭后，骆小兵便开始头疼晚上睡哪里的事情了。于是母子三人合力在房间里的空地上铺上了稻草，然后又把家里所有的破衣裳和原主舍不得丢的碎布条垫在上面当床单。两个孩子睡下之后，骆小兵才有时间去看齐天浩的情况。见齐天浩的脉象趋于平稳，骆小兵这才躺到了孩子们身边。这一夜的骆小兵睡得也并不安生，上半夜好好的，下半夜床上的齐天浩忽然开始抑郁。骆小兵起来查看，发现齐天浩发热了。原本骆小兵对灵泉很有信心，毕竟睡前查看齐天浩的伤口，那伤口也有好转的迹象。但是瞧现在这情况，伤口是好了，毒却是一点都没有减轻。几种毒的作用下，这才导致这男人发热。倒是有一点值得肯定，灵泉水对于外伤有很好的恢复作用。如今虽然毒发，却并无生命危险，他也没有把握能够救活这个男人。毕竟要给他解毒还缺一些药材，光他山上采的那些根本就不够。小兵轻手轻脚地出了房间，给床上的男人配了一剂清热解毒的药后，滴入了几滴灵泉水，就用竹管子一点点地给男人喂了进去。等床上的男人退烧了以后，天已经蒙蒙亮了。小兵姐，婶子，你这是想着啊，你今日要去镇上，怕孩子没人帮你照看，我便让杏花过来帮着瞧着。小兵姐，你放心吧，我会看好安安和乐乐的。那正好，我还愁两个孩子要怎么办呢。杏花妹妹来的真是及时啊！去了镇上，好好帮你小兵姐干活，咱家可不兴做一些偷懒耍滑的事情。娘，你就放心吧，我会好好干的。罗娘子，我可算是把你给盼来了，你要是再不来，我这酒楼今儿个怕是要有难了。骆小兵之前带来的菌菇，昨日酒楼开业不到1个时辰，就被慕名而来的食客一抢而空。没了菌菇，他只好让食客今日再来。罗娘子今日带来了多少菌菇啊？90多斤，那还是因为现如今菌菇才刚开始采摘，生长得比较密集，好采。然而一听才90来斤，秦掌柜脸上不由得有些失望。罗娘子一天
只能弄来这些吗？山上菌菇再多，那总得有采完的时候。要想长期大量供应，他还得想办法自己种植菌菇才行。当然，这个想法还没实施之前，他是不会透露出去的。那日菌菇送来之后，我便差人送去了一些到临安县，那边的反响也是极好。再加上临近的几个地方的酒楼，一日起码能够消耗完这么多。说话间，秦掌柜比了一个5字，500斤的菌菇一日就能消耗完。这菌菇有限，短期内倒可以日供500斤，但是怕也没多久就供应不上了。竹荪、松茸、羊肚菌、鸡油菌、牛肝菌，这些是比较稀有而且产量少的珍贵菌种，秦大掌柜可提高价格限量销售。平菇、双苞菇、香菇、草菇、木耳，这些产量比较高，数量较多，但是秦掌柜也可以每日限量限份。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菌菇不足的问题，还能让这菌菇这菜品一直受欢迎。饥饿消费在哪个时代都用得上。秦掌柜一听，表情有些愣愣的，倒也认同骆小兵说的，限量供应这个点子也确实让他茅塞顿开。只是这菌菇怎的就这么多种类？这种类一多，他要如何去做？罗娘子可否明说？秦掌柜给我100两，我可以提供所有种类的菌菇菜谱，并且可以教你们的人认菌菇，但前提是我提供的菌菇秦掌柜依然要收。秦掌柜就同意了，两方签了契书。秦掌柜给了100两银票之后，骆小兵便开口念菜谱。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如老夫唐突，小娘子可否告知老夫，方才是如何将那孩子给救活的？我教你，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说。我可以教你，但是你要保证以后用这个法子救人不可以收取暴利。除此之外，我需要你将这个法子给传扬出去，以此让更多的人免于丧命。老夫佩服小娘子大义，老夫自愧不如。今日小娘子教我救人之法，我愿拜小娘子为师。拜我为师就不用了，医术这些我不过是知晓一些皮毛，当不得师傅。你要执意这样，我就不教你了。便将海姆立克法的法子传授给了孙大夫。我等教完之后，便从怀中掏出了他包好的人参。这小兵，你这是打哪儿来的？我在山上采到的，不知道人寿堂收不收啊？收。你这山参年份不小，成色不错，价格自然是不便宜。不知你心中可有合意的价格？孙老，你的为人我信得过。喏，你看这人参该多少钱吧？我给你200两，你看如何？孙老开价，我自然信得过。之后骆小兵和孙大夫谈妥，只要是他带来的药材，人寿堂都会收。之后就准备要离开后堂。你且等一下，小兵，我没什么送你的，这是我侄子调配的药膏，可以去疤。说着，孙大夫看了一眼小兵的脸。你这疤痕有点深了，时间也太长，大概也不能全消了，但是能够淡化。小兵，你买那些药材做什么？骆小兵不想齐天浩的事情被人察觉，因为他不知道齐天浩是怎样的身份，怕万一齐天浩的身份有异暴露了，他会给自己带来灾祸。这些药材这边山上不好找，我买着回去琢磨的。恩人，我们愿意给恩人做牛做马，恩人带我们回去吧。恩人，
你若是不带上我们祖孙二人，我们就在此长跪不起。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我真没办法。我家只有1间房，留不下你们祖孙2个。这样吧，如果明年春天你们还想报恩，你们就来找我。有没有4、5岁孩子穿的成衣？这是给我们家亲戚孩子做的，你看合不合适？这孩子的成衣也没费许多料子，只500文1件。小兵姐，这太贵了，你还是买棉布、买棉花自己做吧。这布和棉花都什么价格？小娘子，这粗布9钱1匹，细棉1两5钱银子1匹，棉花50文1斤。像这样的衣裳也就花2斤棉花，除去人工成本，1件也就200文不到。老板难道不怕我不做你生意啊？小娘子瞧着家里并不富裕，要是买这小小的成衣，着实不划算。我这做生意的也是得讲良心的，且实不相瞒，这成衣铺子的生意实在是不好。过完这冬，我们便准备不继续做成衣的生意了，直接打通了2边的铺子，隔壁是我家的布庄。若是小娘子信得过，可以在我们的布庄买布买棉。既然如此，那我便去隔壁瞧瞧。小娘子，这是要买布啊？我想给我家孩子做点冬日的衣裳，男孩还是女孩啊？一儿一女。呀，真是好福气啊！这可是凑了一个好字啊！请问小娘子是要细棉布还是粗布？是要1匹男孩女孩都能用的颜色，还是要2匹啊？想给2孩子1人买1匹细棉布，老板娘可有推荐的？小娘子，瞧着可合意啊！看着那2匹布，骆小兵十分喜欢，直接就点头了。接着又让老板娘给自己选了1匹合适的烟青色细棉布和1匹藏青色的细棉布。之后骆小兵又要了1个缎面，30斤棉花。孙大夫，求求你了，救救我孙儿，他可是我们家唯一的命根子。孙大夫，求求你救救他，我给你磕头，我给你做牛做马，求求你了。前年唯一的儿子病死了，去年媳妇跟卖货郎跑了，这今年这唯一的孙子也没了，可不是？这瞧着我都觉得心酸。唉，以后啊，我可不敢再给我家娃子吃花生了。这我家娃子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这可真就受不了啊！与他所想一样，异物卡在气管，导致孩子窒息了。骆小兵也顾不得太多，直接将地上的孩子一把抱起，采取海姆立克法，双手环住孩子的腰腹部，让那孩子呈现弯腰前倾的状态，手不停地冲击着孩子的腹部。你这个毒妇，你快放开我孙儿！我孙儿的命都这么苦了，你为什么连他的尸身都不放过？骆小兵用力，噗的一声，1颗花生自小男孩的嘴里吐出，接着哇的一声，男孩哭了出来。骆小兵见状，趁着旁人不在意，往男孩的嘴里滴了1滴灵泉水。我的天啊，4人救活了！我的乖孙啊，恩人，多谢恩人救了我孙子，往后我和孙儿的命就是恩人的。方才误会了恩人，冒犯了恩人，还请恩人不要怪罪。恩人要是不解气，就打我老婆子出气吧。行了，你孙儿遇到我也是他命不该绝，你就不要再感谢了。我不过刚好会一些简单的医理罢了。掌柜的在吗？采到1株好药，想问掌柜的收不收？老朽是这仁寿堂的大夫，恰好也能做一点主。小娘子若是有好药，给老朽过目也成。既是这样，
给您老过目也成。花，我记得你的针线活不错，可否拜托你一件事？那一些都是人家胡诌的，我就会一点皮毛罢了。只是小冰姐想要我做点什么，你说我要是能做，一定给你做。想让你给我们娘仨做几身衣裳，还有家里的棉被，也想拜托你帮忙做一下。小冰姐，要不我就在你家做吧，这样还能帮你照看一下安安和乐乐。那行，你做好一件衣裳，我给你50文作为工钱。不行，小冰姐，锦花，你先别忙着拒绝，我的要求也挺高的，加上我以后可能还要和你长期合作，你要不接受，难不成是要我去找别人不成？锦花，你就答应吧，小冰姐既然这样说了，就肯定有她的道理，咱们听着就是了。张杏花见自家二哥都这样说了，直接就答应了下来。小冰就从家里找出一块洗得发白的破布，又拿了一块木炭作为笔，很快就在布上画了一件衣裳的雏形，递给张杏花。那这样的，小冰姐，这衣裳真好看，你可能做得出来，我试试吧。你先帮我们把棉被做出来，一样做出一件简单的不绣花的，给安安乐乐他们先穿上，余下有刺绣的你到时候再做，你身上的毒我能解。齐天浩一听骆小兵的话，眼里划过一抹戒备，我救你只图财，你也不必戒备着我。这玉佩既然是给你未婚妻的，我自然也不会留着，像你之前说的，你好了之后拿钱把玉佩赎回去就成。当然我这里价格挺高的，想要赎回玉佩至少得1000两，你可同意？你真能解我身上的毒？还没有我解不了的毒。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叔叔，我弟弟呢？叔叔，你在这里，我弟弟是不是也要回来了？当抬眸朝着安安看去时，天浩莫名心中一震，有种难言的熟悉感袭上了心头。不过齐天浩却没将这瞬间的感觉放在心中，毕竟他从未曾来过这个地方，又怎么可能真的对一个孩子觉得熟悉？所谓的熟悉感，也不过是他对这2个小孩子略有几分好感罢了。青霜，你是弟弟的朋友，你肯定知道弟弟在哪里，对吧？齐天浩心想，为什么他觉得那个女人是个坑啊？不善与孩子相处，但齐天浩又莫名不想让这孩子伤心，想了想才谨慎的点头。果然见齐天浩点头，乐乐一脸高兴。那我弟弟什么时候回来？问题又绕回来了。齐天浩莫名觉得头疼，他哪里知道他爹爹什么时候回来，只是在那双天真无邪眼睛的注视下，齐天浩只得扯了谎。我跟你爹爹分开了，他要是知道你这么想他，一定会很快回来的。真的吗？齐天浩点头，但是撒谎让他的表情有些僵硬。哥哥，你听到了没有？弟弟很快就会回来了。哦，其实他对于那个不负责任的爹爹一点都不期待。齐天浩忽然打了个大大的喷嚏，2个孩子齐齐的一脸莫名的看向他，惹得他表情僵硬而又尴尬。骆小兵正拿着锅铲站在门外偷听，见齐天浩应付了过去，并没有拆穿他的谎言，骆小兵这才终于松了口气。骆小兵不知道的是，在他离开时，齐天浩若有似无地朝门口看了一眼。只是当齐天浩将第一口菜送入口中时，整个人都愣住了，看着碗里饭菜的眼里满满的都是不可置信。我这儿只有粗茶淡饭，你就将就着吃吧。挺好的。说完，
齐天昊便继续低头吃东西，只是那微蹙的眼眸中有着难掩的激动。或许这个女人是真的能够解他身上的毒也说不定，嘴角便不由自主地轻轻勾了勾。第一次他对未来多了几分的期待。午饭过后，骆小兵直接朝着村长家走去。村长，你怎么来了？是不是老骆家又作妖了？不是，只是我有事情想要拜托村长。什么事啊？咱们村的山上有大量的松树，这松树下有成堆的松塔，还有一些能食用的毛窝窝。我想请村长动员村里的人收集这些毛窝窝，我给每斤8文的价格，松塔我给每斤5文的价格，你看怎么样？这松子虽然能吃，可是又干又涩，寻常人并不爱吃。你这收这做什么？而那毛窝窝，你确定有能吃的吗？毛窝窝有能吃的，这点我能确定。我和几个孩子最近就常吃。我既是要收能吃的毛窝窝，自然也会教村民们辨别的。村长，您看这事儿……这件事情，你先给我几日的时间，我先想一个章程出来，到时候一定会给你回应的，如何呀？如此，就多谢村长了。我还有事想要拜托你，我想买地。买地？就村口我茅草屋旁的2亩地就行。你买这么多地做什么呀？实不相瞒，我买地是用来盖房子的。你也知道，我那茅草屋实在是不安全，也不只是盖房子，我还想建一个作坊，做点别的营生。那地的事情我帮你办妥。此时，骆小兵捧着煎好的药走了进来，见床上的男人似是睡着了，药要趁热喝才最有效果。骆小兵走到床边，一手端着药，另一只手伸手准备去推醒床上的男人。骆小兵的手还没有碰到齐天昊，就忽地被抓住，惊得他轻呼一声。齐天昊的眼睛睁开，一双与黑曜石一般的深邃眸子与骆小兵的视线相撞。骆小兵毫不怀疑，如果齐天昊没能第一时间认出自己来，自己那只手怕是得废掉。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但是你现在在我家，就不要摆出一副对谁都戒备的样子来，否则我也能将你从我家请出去。你要是防备心这么重，这碗药你大可以不必喝。还有，你要抓我的手到什么时候？齐天昊这才反应过来，连忙松开。抱歉。齐天昊见此，为了表示自己不是对他防备心重，便看向一旁放着的药，还是吃力的从床上直起了上半身，伸手端过了那碗已经不算很烫的药。毫不犹豫，齐天昊便直接往嘴里灌。可下一刻，齐天昊面部肌肉就变得极为僵硬，苦得他的舌头都要麻了。毕竟里面还有一味黄连。可瞧见齐天昊因为苦而僵硬的脸时，骆小兵竟是鬼使神差的从怀中掏出了一颗糖，直接塞进了齐天昊的嘴里。齐天昊下意识地张开了嘴，糖是塞进了齐天昊的嘴里，可是骆小兵的手指也被齐天昊咬住，微凉的手指和温热的唇之间的触碰，一时间两个人都呆住了。骆小兵只觉得自己的掌心热热的，有种触电的感觉，而齐天昊则是觉得自己的唇麻麻的，一种奇异的感觉直窜脑门了。呆愣一秒，骆小兵快速地抽回自己的手指，直接端起那空空的药碗，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模样，一脸正经地
朝着外面走。骆小兵离开房间之后，就长长的舒了口气。娘亲，齐叔叔喝药了吗？娘亲，乐乐给叔叔糖，娘亲有没有喂给叔叔吃啊？骆小兵想到那糖，脸上就有点发烫。没错，那糖确实是乐乐在他煎药的时候给的，说是怕齐天浩喝药苦，交代他在齐天浩喝药后喂给他吃。娘亲，你脸怎么这么红啊？是不是生病了？一听自己脸红了，骆小兵更是心虚。没有，娘亲没有生病，只是有点热。哥哥，咱们进去找齐叔叔吧。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为什么？我不喜欢他。那个男人他是真不喜欢。他虽然小，可是他知道家里莫名其妙多了一个男人，要是村里其他的人知道了，娘亲会被骂。为什么？哥哥，齐叔叔人很好的，你为什么不喜欢齐叔叔？他不是爹爹。乐乐还是不懂。最后安安只得妥协，陪着乐乐进了屋里。小兵的死丫头，上门捣乱是第一个，有了赚钱的活计，竟然不想着自家人，却是先便宜了外人。哼，当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当家的，你说这事情要怎么办啊？既然那些毛窝窝和松塔能赚钱，村里的人也都知道了，明日大家必然会上山抢。山是公家的，咱做不得主，但是咱家人多，明日一早所有人一起上山，咱们自己捡，然后自己拿去镇上卖。村里的别家人也都在这一夜商量着，天一亮就上山，争取能够多捡点东西去镇上卖钱。小兵啊，你咋这样？害我们辛辛苦苦忙活一上午，什么都卖不出去不说，还平白惹了白眼和打骂。大家乡里乡亲的，你咋地就这么坑人？平日里要不是我们乡里乡亲的照应着你，你们娘仨可就得饿死了。有才家的，你这话说的可真是良心啊！你说你照应了他们娘仨，你是给过一粒米，还是给他一碗汤？说这话你就不害臊吗你？还有你李秀娥，你脸是比屁股大呢还是咋地？小兵凭什么赔你们每家10文钱啊？就是你脸长得比屁股大，拿去给人围看个稀奇，都值不来10文钱。你们一个个的说话可别不讲良心啊！小兵又没让你们上山，没让你们去镇上卖东西，你们这不知打哪儿听来的那些东西能够卖钱，自己卖不出去就算了，还好意思找小兵负责？我看你们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陈二妹，你凭什么不收我们家的毛窝窝？骆小兵回家的时候，正是下午3、4点的时候。昨日骆大富偷溜走，并没有留下签免责书，也没有认蘑菇，想来是听说了后来的事情，所以骆家老宅才派来脸皮最厚的赵氏来做代表，想要跟着村民一起来卖钱。昨日大家伙可都是按了指印的，你们家又没有按指印，也没有学认毛窝窝，我若收你的毛窝窝出了事儿，谁负责任？好你个张陈氏，你还拿着鸡毛当令箭了是吧？你可别忘了，小平他姓骆，他可不姓张的，没得你个外人来欺负他的家人的。这生意分明是我那侄女做起来的，只不过是请着陈二妹家帮忙看顾，怎么这陈二妹还想越过我侄女，欺负她的自家人不成？这事儿可真是没得道理。不是二婶说你这有赚钱的门路，怎么便宜外人不帮着自家人呢？婶子知道你缺这人手，这不你二伯和你万兴堂弟都在家吗？就让他们来帮你监督这些人好了。二婶也不要你多的工钱，就一个人1个月给2两银子就行了。多谢二婶操心，我这里不缺人。你把他们辞了不就缺人了吗？我为什么要辞了他们？二婶要是想来我这儿代卖东西，可以按了指印，按照流程来。
若是二婶想来这里指导我是怎么做事的，那请二婶打哪儿来到哪儿去，你别不识好歹啊！我让你二伯来帮你，那是你的荣幸。你们要是想快点拿到钱，就帮我把闲杂人等赶出去。骆小兵，你这死贱蹄子，我是你长辈，你敢这样对我？小兵，二婶错了，二婶爱手印儿。行了，多谢几位婶子了，待会儿给婶子们一人一文的辛苦钱。可认得字？没有。我将教你们背千字文。安安闻言，眼神一亮，看向齐天昊。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齐天昊念一句，安安便跟着念一句。一开始乐乐还是很感兴趣的，后面就觉得没意思，一个人在一旁玩去了。骆小兵忙里偷闲进来的时候，就是安安认真的跟着齐天昊念千字文，而乐乐则是一个人乖乖巧巧的坐在那里。娘，这边齐天昊和安安一同看向骆小兵，动作出奇的一致，看得骆小兵一阵恍惚。这样一看，他发现安安的眼睛和齐天昊还真有几分相像，就连那眼神都如出一辙。骆小兵敲了敲自己的脑袋，想什么呢？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人都能被他联想到一起，看来他是忙糊涂了。娘，我没事，待会儿娘亲要做晚饭了，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吃的？娘亲做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娘亲，我想吃鸡蛋灌饼。好，那娘亲啊，就做一个鸡蛋灌饼和野菌汤。床上的齐天昊看着骆小兵笑得一脸温柔的模样，那样的宠溺而又温存的眼神是他从不曾见过的。就为了这种感觉，齐天昊就忽然有种想在这儿多留一段时间的冲动。你呢？可有想吃的？你们先出去玩一会儿，娘亲想跟你齐叔叔谈谈。哥哥，你说娘亲和齐叔叔是不是要谈关于爹爹的事情？不知道。那哥哥，你想不想爹爹早点回来？我好想知道爹爹长什么样子，会不会跟齐叔叔长得一样好看？不想，不知道。骆小兵走到床边，直接伸手拉起了齐天昊的手。当骆小兵那略显粗糙的手碰到自己的手时，齐天昊觉得自己手麻了一下，那种奇异的感觉传遍四肢百骸。你……齐天昊正想说骆小兵怎么不知道羞，随便牵男人的手，可看到骆小兵下一步动作时，齐天昊的话就突然止住了。因为骆小兵抓起齐天昊的手，只是为了把齐天昊的手掰正，好让他把脉。你身上的毒素减少了，证明我配的药有用，你不用谢我，反正你是要给我银子的。我没钱。他出门在外从不带钱，不过他觉得日后自己出门一定得带钱，否则一不小心遇到了跟着丑妇人这样的爱钱女人怎么办？我知道你没钱，你衣服我都搜过了。齐天昊忽然想到一件事，便是自己身上的衣裳。齐天昊的脸色就变得古怪起来。你别误会，你的衣裳不是我换的。当然他是不会说，为了给他上药，他不该看的地方也都看了的。一想到这里，骆小兵就忍不住心虚。你想要什么利息？让你给我儿子启蒙，你觉得如何？可如今既然是生出了留下来的心思，主要也是他瞧着安安那孩子挺喜欢的，当他先生他不排斥，因此齐天昊
点头答应下来。见齐天浩答应，骆小兵很欢喜，拿出孙老给自己的药膏就递给齐天浩。那看在你答应给我儿子启蒙的份上，这个祛疤膏我就送给你了。谢谢。瞧谢我，那就好好教我儿子。等等。骆小兵回头看向齐天浩，眼神带着疑问。被骆小兵看着，齐天浩越发不自在。没事。你想入册？齐天浩猛地抬头瞪向骆小兵，这女人知不知羞啊？入册这种事是能够直接当着男人的面直接问出来的吗？被瞪了，骆小兵却是一阵莫名。你想入册就入册，有什么好害羞的？说着，骆小兵就从床上拿出了尿壶。人有3急，他说入册就已经很文雅了。齐天浩被骆小兵说的更是一阵羞窘，又有些恼怒，十分狼狈地接过骆小兵手中的尿壶。齐天浩就直接赶人。小兵，你这茶是怎么做的？村长爷爷，你们平日不用菊花泡茶的吗？他是看漫山遍野都是野菊花，便随便采来炮制了一番晒干泡茶用。倒是没想到村长竟然不知道菊花能够泡茶。村长爷爷可觉得这菊花茶好？比我家镇上买来的茶叶都要好。那么村长爷爷觉得这菊花茶若是拿出去卖，可否会有人愿意买？自然是有人买的。村长爷爷，你可别小看了这菊花茶，它可是有着疏散风热、平肝明目、清热解毒的功效的。夏秋季喝菊花茶能够祛燥散热。还是小兵你有能耐。那么我将菊花茶的做法交给村长爷爷，让村长爷爷家里的人做这个生意。村长爷爷觉得如何？菊花茶虽然能卖钱，他一个人也不可能全都顾得上来，倒是不如将这个营生让给对他还不错的村长。不行，这怎么能行呢？村长爷爷先别忙着拒绝，这菊花茶的做法我也不是白白交给村长爷爷的。村长爷爷家里出钱出力，我便用着做法入股，抽20%的利润便成。村长爷爷，你也瞧见了，我这实在是忙不过来，往后呢作坊建起来了，我便也更加忙碌了，实在是无法顾及到菊花茶的生意。你若是不帮我，这好好的菊花可就得浪费了。我可以答应，不过这利润不能这么分，就5-5，咱们2家1人1半。这样吧，村长爷爷，你7我3，这事情就这样了，定了。村长爷爷可不能再跟我争了。那老头子我便不客气的多占你一些便宜了。村长爷爷找我可是有什么事？你之前说要买村里的田地，我就想过来瞧瞧，你有没有时间去看一眼？正巧我现在有空，可以过去看看。屋外却传来一声动静，本就没有睡着的齐天浩猛地睁眼。齐天浩从床上起身，一个闪身就来到了屋外，而屋外此刻赫然站着2个人。主子，你的脸！一人正要询问，却被齐天浩一个警告的眼神制止。于是3人悄然离开了篱笆小院。只不过即便齐天浩的离开的声音很轻，可是骆小兵还是像是感应到了一般醒了过来。看到床上那空空的被褥，骆小兵一时间有些失神。齐天浩这是走了？不过转念一想，齐天浩身上的毒消得差不多了，走了也是应该，难不成还会待在这么个偏远穷困的村庄里不成？只是一想到齐天浩答应自己要当安安的启蒙先生的，这才刚开始
就不告而别。骆小兵心中很是不悦。骆小兵到底也忙碌了一整天，累了，思绪转了这么一会儿，便就又睡了过去。而此时齐天昊带着人到了山脚下。属下参见主子，属下等来迟，还请主子责罚。我失踪这段时间，京中可有异动？主子失踪后，皇上便令使臣向西荣送去了和解书。他许了什么条件？皇上许诺送六公主和妻。愚蠢！主子，属下等要不要阻止这件事？为什么要阻止？主子伤势已无大碍，是否先回京？齐天昊转身背对两人，视线落在不远处的茅草屋上，悠悠开口：暂不回去。南辰和天星两人一听，眼底划过诧异。那属下先给主子置办一家宅院。不必。那主子你睡哪儿？主子难道就委屈在这间破草屋里吗？而且还跟一个丑女人还有2个孩子睡一屋。主子不是向来都不喜欢生人靠近的？很惊讶。不，属下一点都不惊讶。行了，你们可以走了。没什么事儿，别来烦我。等等，你们身上可带有银票？两人面面相觑，然后齐齐摇头。然后他们就看到了自家主子眼里的那赤裸裸的嫌弃。要不属下这就去取。不必。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小兵啊，我也不是个老糊涂，你有心帮助大家伙是好意，可心善也不是用在这群不辨是非的人的身上的。多谢村长啊，今儿个这事情也不能都怪我们啊。今儿个我们大家伙背着东西去镇上，镇上人都说我们丧心病狂，拿有毒的东西去买，我这不服气，还跟人打了起来。这大家伙也大抵都是这样的遭遇，回家的路上大家伙不都是心中气着吗？可我们也原是想着自认倒霉的，这不是那骆大富撺掇着这事情与小兵有关，是骆小兵害我们受了这一遭，我们这才鬼迷心窍着跟着一起来闹了吗？村长，我们真的不是有意要跟小兵那孩子找事儿的。是啊，村长，要不是骆大富是骆小兵大伯，还说作为长辈看不下去小兵这么坑人，说是小兵理当赔偿我们也没想到要来找小兵的麻烦啊。村长听着众人的话，视线在人群中搜索，想要找到骆大富的身影。原来骆大富在听到张德旺的声音时，就心知今日的计划要落空了，便趁着众人不注意偷偷溜了。村长，那您看今日这事情我们也不是存心的，让小兵教我们认毛窝窝和收松子这事儿，这事情我可做不得主，你们自个儿去问小兵去吧。小兵啊，方才实在对不住，婶子也是一时糊涂了，你呀，大人有大量，就不要跟婶子计较了，可成啊？教你们认毛窝窝和收你们的松塔不是不行，但是我有条件。你们也都知道深山有野兽，这山口的一片林子里的东西也不少了，你们若是为了钱财跑山里去了，那出了事我不负责。除此之外，有些毛窝窝虽然能吃，但是有毒的毛窝窝却能让人丧命，你们若是不好好学，采了有毒的自己吃，或者是让旁人吃了丢了性命，这事儿我也不负责。骆小兵就让村长帮忙立了一个字据，这字据就相当于一份免责书。等众人全都按了手印之后，骆小兵便定了一个价格，蘑菇他收他们8文1斤，松塔5文1斤，都比给张家的价格要便宜一些。到我这儿的东西我都会当场检查，在我这里不允许出现偷奸耍滑、滥竽充数的情况。
要是有人犯了，下次他家拿来的我全都不要。天刚亮，骆小兵就醒了，下意识地朝着床的方向看了一眼。本来以为会看到一个空空的床，却没想到齐天浩竟是躺在床上睡着。此时的骆小兵说不清心中是怎样的感受，但是莫名的看到齐天浩没有不告而别，他心中还是松了口气，有种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喜悦。只是明明他可以走了，为什么不走呢？一时间有些出神，就连齐天浩醒来了他都没有察觉，便对上了齐天浩那深邃的眸子，然后满脑子全都是尴尬2个字。他这算是偷看人家被抓包了吗？算是的吧。尴尬持续一瞬，骆小兵就故作镇定地移开视线往外走去。齐天浩心想，当着他一个男人的面更衣还不脸红的，怕是只有眼前这女人了吧。不过莫名的，齐天浩觉得骆小兵刚才那被抓包尴尬而又故作镇定的模样十分好笑，唇角也忍不住微微扬起了一抹弧度。娘亲，你做的什么呀？好香啊！这个是炸酱面。娘亲，好好吃啊！娘亲，你也吃，还有齐叔叔的。娘亲，你送去给齐叔叔吃吧。骆小兵有些诧异，如今的安安对于齐天浩的那种排斥却是没有了，而屋内的齐天浩也早已经闻到了炸酱面的香味儿。若非是怕自己贸然出去让村里的人看到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都想直接跑到厨房端起面碗就吃了。想他何曾为了吃的有这般的冲动过。齐天浩接过面碗便开吃，动作虽然快，却带着几分的金贵和优雅。骆小兵知道齐天浩的身份必然不一般，但是他只是一个村妇，天浩身份相关的问题他并不多想。当齐天浩将面吃进嘴里，顿时就惊住了，鲜香可口，已经不足以形容这面给他的感觉。就算皇宫中的御厨也绝对做不出这种的美味。见齐天浩喜欢自己做的炸酱面，骆小兵那点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二郎哥，你什么时候去我家提亲啊？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就问男人何时去家里提亲，可以说熊小娟这话就有些伤风败俗了。我张二郎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根本就不知道要如何解决。二郎哥，难道你不想娶我吗？不想。说出了心里话后，那简直是松了口气。大家的村子离得都不远，所以打过照面，互相认识也实属正常。可总不能见过人家几面就想娶人家吧？贱人，是不是你？熊小娟忽然朝着骆小兵扑来。是你勾引我二郎哥的，是不是？骆小兵一个闪身也就躲了过去。你个贱人，你都做了未婚生子的不要脸的丑事了，还勾引我的二郎哥，让他不肯娶我，你这个狐狸精，不要脸的破烂！啪！整个院子在瞬间便安静了下来。要是管不住自己那张臭嘴，我不介意替你长辈教训教训你。你敢打我的女儿，我跟你拼了！这中年妇人就是熊小娟的娘熊张氏。她一听说自家的女儿一个人跑来大兴村，就带着家里的男人赶了过来，因而熊张氏不管不顾，就仰着手朝着骆小兵扑来。而张二郎看着他的小兵姐要被打，当即不顾一切冲上前来，挡在骆小兵的跟前。事情发生的太快，
而张二郎挡住自己的行为也在骆小兵预料之外，所以一时间骆小兵也没能及时反应过来，就听啪的一声，张二郎被打了。熊小娟啊的一声尖叫，然后连忙拉住自己的娘：“娘，你别打二郎哥！二郎哥，你真的要这样维护那个女人吗？”张二郎虽然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也看得出来，小编姐是被他连累的。况且，就算不是这样，他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小兵姐被人欺负。没错，他一直将小兵姐当成姐姐，自然维护她。那我怎么办？你们老熊家的闺女是嫁不出去了还是怎么了？来我张家强来！张小翠，你还要不要脸了？你家上门来说亲事，我就没同意，你还想赖上我们家二郎，还想强嫁闺女不成？这天下还没有这么不要脸的事情。原来张二郎曾经在镇上帮熊小娟赶走过想要欺负她的地痞，自那以后，熊小娟对张二郎就芳心暗许。后来熊小娟也制造了几次偶遇张二郎的机会，只可惜张二郎在这件事情上，所以根本就没有察觉到熊小娟的各种明示暗示。呸！别他妈以为我们住在熊家村就不知道了，这你家张二郎和那破鞋骆小兵的事情可早就传得沸沸扬扬，早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了。你们还在这儿遮遮掩掩的，有意思吗你？我闺女小娟那是重情重义，不信你是这般不自尊自爱的人，这才上前来问一声。你们不知好歹，分明做出了不要脸的事情，还往我闺女身上泼脏水，简直是黑了心肝。我家二郎想娶谁，跟你这个外人又有什么关系？你这是咸吃萝卜淡操心的，也不瞧瞧你闺女什么德行，还重情重义。我呸！我家二郎跟你那不要脸的老闺女有什么情谊？别好的赖的都往我儿子身上安，这说假话胡乱冤枉人，那可是要遭天打雷劈的。你刚才说我跟张二郎的什么事情传得沸沸扬扬，怎么你自己想老牛吃嫩草嫁给张二郎，借着张二郎帮你干活之名勾引张二郎这事情，你还想赖掉不成？我告诉你啊，这事情可早就十里八村的都传遍了。骆小兵心想，什么叫做老牛吃嫩草？自己如今也不过才20岁好吗？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你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果不其然，骆小兵看着众人这一发问，一个个的都不敢与他对视。谁传出来的？哼，不说是吗？行，从今日起，这山上的东西我也不收了。小兵啊，你可不能不收啊！这我家里人现在可都在山上捡呢，这会儿功夫怕是也有了许多。是啊，这马上就要到冬天了，你若是不收，我们可怎么办啊？小兵啊，我是听王大英说的。小兵，不是我是听许大妮家那小姑子说的，她昨日看到你和二郎在门口咬耳朵。不是，我是听桂英婶子说的。这事情可不怪我，这事情是妙翠兰跟我说的。你们别误会，事情是我嫂子胡说的，我没有。我跟小兵姐清清白白，绝没有你们传的那种事情。哟，怎么清清白白了？清清白白还能让你嫂子编排不成？我跟小兵姐真没什么，因为什么？你倒是说。因为骆小兵他看上的是我。这话一出，众人便朝着声音发出的方向看去，却见一个脸上有伤的高大男人自茅草屋内走出，他的身侧跟着安安和乐乐2个孩子。娘亲，你没事吧？刚才外面的动静他们都听到了，但是齐叔叔说他们要是那时候出来会成为娘亲的累赘，所以他们一直都不敢出来。
娘亲，坏人欺负你。乐乐眼圈通红，一脸的委屈。娘亲没事，便朝着齐天浩瞪去。这男人出来做什么？来捣乱的吗？什么叫做他看上的是他？脸呢？不要了吗？齐天浩自然察觉到了骆小兵的瞪视，却故意无视。小兵看不上张二郎，因为他看上的是我。虽然齐天浩脸上有伤，那通身的气质是直接碾压了张二郎，可是这若不比气势，只论相貌，这张二郎也算是长得清俊的。而齐天浩虽然半张脸长得也不错，可是怎么看也是毁了容的。这张二郎倒是能够胜一筹。不过齐天浩说骆小兵看不上张二郎，而是看上了他这句话，大多数人还是相信了。不是有句话叫做惺惺相惜吗？这两个都毁了容的，怕是应该也更容易看对眼的吧。众人心中这般想着，而骆小兵现在双眼都在喷火。他现在已经完全肯定了，齐天浩这男人肯定是出来捣乱的了。可是齐天浩这一出，他就真的是彻底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齐天浩的感官想来就比平常人灵敏，骆小兵情绪变化，他自然也能清楚地感受到了。但是莫名的，齐天浩却是有想勾唇的冲动。事实上，齐天浩的唇角确实也勾起了一抹不易让人察觉的弧度。哼，都这样丑，还真是绝配啊！像骆小兵这种生了2个野孩子的男人都看得上，你也不怕他给你戴绿帽子再生几个野？啪的一声，众人只见一个身影快速一闪，接着就是响来巴掌声。众人定睛一看，人已经到了李寡妇跟前，而刚才就是骆小兵打的李寡妇。刚才的话有种你再说一遍。说他还能忍，可说他的孩子他忍无可忍。虽然安安和乐乐并非是他自己生下来的，可是这么久的相处以来，他也真真切切的将2个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他都见不得2个孩子被骂。天娘啊，我不活了！这什么世道啊！欺负我一个寡母，我活了这么大把的年纪，却是被一个小辈给打了，我不活了！当家的，你去的那么早，留我孤苦伶仃的被人欺负，没天理了呀！真的是活得越久，见识越多啊！真是没想到，一个小辈竟敢在横行打长辈，这大兴村的民风啊！哎呦，怎么，你也想挨打？熊张氏看了一眼李寡妇那肿得老高的脸，顿时住口。谁说他们是野孩子了？因为我就是安安乐乐的亲爹。齐天浩这话一出，场面再次寂静。村长正好听到风声赶了过来，轰散了众人。娘亲，他真的是爹爹吗？不是。那娘亲，我和哥哥真的是野孩子吗？如果我和哥哥不是野孩子，那为什么爹爹还没有回来找我们？何乐乐，你们先去玩一会儿，我有事跟你们齐叔叔谈。你们放心吧，关于你们爹爹的事情，我晚点会告诉你们的。你是故意的。我帮了你。我没让你帮。你打算怎么跟安安和乐乐解释他们亲爹的事情？骆小兵最后的目光却是落在了齐天浩身上。你在打什么歪主意？既然你都说了你是2个孩子的爹，那么这件事理应你负责。你想我怎么负责？咱们成亲。
我想过了，这件事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咱们假成亲，给安安乐乐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这样他们就不会被当成野孩子了。作为报酬，我可以免了你欠我的1000两银子的外债。至于咱们假成亲之后，你若想离开，也能随时离开。怎样？你答应不答应？说实话，骆小兵说的那一瞬间，齐天浩其实是想要拒绝的。真成亲，他从来不曾想过，假成亲更是不可能。但是看着骆小兵那双晶亮的带着期待的眸子，齐天浩却是下意识的就点了点头。然后骆小兵从身上掏出几张银票递给齐天浩。给我银票做什么？今天大家应该也知道后面的宅子是我建的，我一个人建出那么大的宅子，难免会惹人怀疑。既然咱们都要成亲了，那这钱给你，往后若是有人问，我就说钱是你给的，宅子也是你给建的。骆小兵将银票塞入了齐天浩手中。齐天浩盯着手中的银票，为什么这一刻他竟是觉得自己像是在吃软饭？什么时候他需要靠女人来养了？齐天浩这一刻有点后悔，怎么当时就没让天星换点银票过来呢？你这个目无尊长的小野种，长辈问你话呢，你不回答，哑巴了你啊！此时正对着安安和乐乐两个孩子推推搡搡，眼看着就要将两个孩子给推到田里去了。你在干什么？小兵啊，你别误会，婶子这是跟两个孩子开玩笑呢。告诉娘亲，刚才发生了什么？小兵啊，你是怎么回事？难道你还不相信你婶子的话了？你凭什么觉得我会信你而不信我自己的孩子？娘亲，二奶奶问我们后面的房子是不是咱们家的，我跟哥哥没回答，他就推我们。小兵，婶子真不是故意的，婶子只想跟两个孩子开玩笑。骆小兵没有理会赵氏，而是牵着两个孩子往家走。此时齐天浩已经走了出来，正站在门口看着一脸怒火却又强忍着的骆小兵。小兵啊，你等等婶子。小兵啊，你告诉婶子呗，那后面一片的屋子可是你家的。赵氏问这话时眼睛亮晶晶的，这要是小兵的，他们这些小兵的家人可不就能够住进去了吗？赵氏越想越美，好像房子建好了他就真能住进去一样。是我家，但是貌似跟你没关系。说完，骆小兵带着俩孩子转身进了自家院子。赵氏还想跟上，但是齐天浩突然横了过来。赵氏一抬头就对上了齐天浩那双冰冷的眸子，顿时赵氏就有一种大白天见了鬼的恐怖感觉，吓得连连后退，却是不小心踩到了一块石头，一屁股坐在地上。好巧不巧的，他屁股所坐着的地方正巧有一块比较锋利的石头。赵氏一坐下便发出杀猪般凄厉的叫声，然后柴门砰的一声在他面前关上。赵氏疼得脸都在扭曲，看着那紧闭的柴门，赵氏气不打一处来，从地上爬起来就想朝着那柴门踹去。然而柴门却在这个时候打开，齐天浩那张对于赵氏而言就像煞神一样的脸出现在他眼前。赵氏惊得一个趔趄，再次摔倒在地，这次身子摔在石头上，赵氏疼得简直要怀疑人生了。柴门却在这时候再次关上。赵氏在地上哎呦地喊了半天，这才终于狼狈地爬了起来，不敢再靠近。呸！有了点臭钱就了不起，跟我没关系，这可由不得你这丫头片子。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
齐叔叔，刚才二奶奶摔倒是你做的吧？嘿，我全都看到了。安安此时看着齐天浩的眼神也带着一抹笑意，显然对于齐天浩教训了赵氏这件事，他也很满意。齐天浩闻言有些诧异，自己出手很隐蔽，这小丫头竟是发现了。你们的齐叔叔就是你们的亲爹？娘亲骗人！娘亲刚才还说齐叔叔不是爹爹。娘亲刚才只是在生你爹爹的气，娘亲跟你爹爹以前感情很好，只是娘亲怀了你们之后，你们的爹爹忽然有事离开了，这一离开就是5年多，所以娘亲生你爹爹的气，所以才说他不是你们的爹爹的。那他为什么说他是爹爹的朋友？这个娘亲说了，你们别生气啊。你爹爹他失忆了。你真的失忆了？齐天浩嗯了一声，那女人都让他失忆了，他还能不失忆啊？那你还记不记得我和哥哥了？齐天浩心想，就算没失忆，按照骆小兵所说的，孩子们的爹爹离开的时候他们还没出生呢，所以大概率也是不可能记得的吧。齐天浩想着就点了点头。乐乐讨厌爹爹。说着乐乐就哭着跑了出去，而安安冷冷地看了一眼齐天浩，也追了出去。齐天浩心想，莫名的被乐乐说讨厌，有点揪心的感觉。可是对于哄小女孩，齐天浩实在是没有经验。下意识的，齐天浩看向骆小兵，骆小兵给了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就直接跑了出去。只是晚饭的时候，骆小兵明显的就感觉到了气氛不对。此时平日里比较喜欢说话的乐乐一句话不说，只闷声吃东西。骆小兵下意识的看向齐天浩，用眼神询问，怎么你还没搞定？齐天浩接收到骆小兵的眼神，心中别提有多郁闷了。分明小丫头之前喜欢围着自己打转，在他身边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的，怎么今日对自己这般大的火气啊？晚饭后，骆小兵在厨房洗碗，齐天浩决定再次尝试修复父女关系。乐乐，爹爹教你背书怎么样？齐天浩这带着讨好的话语说出口，却透着僵硬。他可从不曾讨好过人。哼！气鼓鼓的跑到角落数蚂蚁去了。他不要原谅爹爹了，不仅撒谎，这居然还要他背书。乐乐越想越委屈，眼眶都红了。而安安则瞥了一眼齐天浩，小脸上只有冷漠。安安并没有去找乐乐，而是在院子里找了个地方，用棍子在地上练字。齐天浩看着这一幕，不由得头大，看了眼厨房里慢悠悠洗碗的骆小兵，齐天浩莫名觉得那女人就是故意的，故意将这棘手的问题丢给自己。想到这里，齐天浩沉了脸，然后转身抬步往茅草屋走去。乐乐听到动静回头，见自家爹爹回屋去了，并没有来安慰自己，气得乐乐的眼泪当场飙出来了。乐乐转过身，拿起一旁的树枝，气愤地阻止蚂蚁前进的路，打破了一小队蚂蚁前进的队形。就在乐乐心中怨念深重的时候，忽然身子拔地而起，很快乐乐的小身体就转了个弯，与齐天浩的脸对了个正着。齐天浩看着小家伙眼里带着泪，顿时心一揪，脸色沉了几分。放开我，坏蛋！乐乐忽然的反抗还有眼泪，惊得齐天浩一阵手足无措。
我不要跟你说话，你放开我！看着乐乐这一副排斥的模样，齐天浩心中越发的难受，也越发的无措，却又下意识觉得自己不能放开乐乐。我带你飞。齐天浩有些僵硬的说了这句话，就将乐乐搂紧在怀里，然后看了一眼一旁的安安，想了想，也将安安提了起来。还没等安安抗议拒绝被抱，齐天浩就足尖一点飞出了院子。骆小兵放下手里其实早就做完了的活儿，目瞪口呆地看着越来越远的父子三人，心中各种震撼。轻功，这世间竟然真的有轻功啊！大概一盏茶的时间后，骆小兵才终于等到父子三人回来。原本还在生气的乐乐脸上满是笑容，就连安安的一双眼睛都亮晶晶的，显然也很喜欢高空飞行的感觉。安乐乐，你们想不想学武功啊？学会了功夫，你们就可以自己飞了。安安眼睛亮晶晶的，她想学，学完功夫之后，她可以保护娘亲。乐乐更是一脸的心动，他不像哥哥喜欢读书，但是他好像很想学武功。可是他还在生坏蛋爹爹的气怎么办？齐天浩暗暗松了口气，却见俩孩子谁都不肯开口，就故作遗憾地说道：既然你们不想学，那就算了。我要学。学武功很累的，你们俩可能坚持得住。哼，我才不怕累呢。那行，明日开始，寅时起床，蹲马步。齐天浩看到骆小兵的眼神里的渴望，不由得微愣。这女人也对练武感兴趣啊。可是第二日一早，饮食刚到，两个孩子就自觉地从床上爬起，两人就默不吭声地站在齐天浩的床边。齐天浩也没多说，只是走到骆小兵身边时，齐天浩开口：你也想学？想。那你一起。我这年纪还能学吗？只要你肯下功夫就能。骆小兵一听自己也能学武功，一双眼睛都亮了。不过今日骆小兵要去镇上，所以没有跟着一起扎马步，自己吃了早饭，把三人的早饭热在锅里，就坐上张二郎的牛车往镇上去了。等东西送到福满楼之后，骆小兵先让牛车去了仁寿堂。骆娘子，您可算是来了，孙老可是盼了你很久了。好，小兵，你可算是来了。孙老，这是有事？确实有事，这陈家村巩大娘的中风之症可是你治好的。孙老别怪我抢了你的病人就好。你这说的什么话？这人我治不好，难不成还不让你治不成？小兵啊，这巩大娘的病症你是如何治好的？骆小兵见孙老是真的对中风这病症感兴趣，便将巩大娘的脉象以及治疗中风的原理说了一遍。只可惜我并没有银针，这若能够施针走穴，必然比按摩穴位的效果要好得多。你会针灸之术？会。孙老，这针灸之术博大精深，我怕以我之力并不能教你什么。不过我可以送一副穴位图给孙老你自己研究。这你有人体穴位图？我没有。孙老愕然，但我能绘制。等骆小兵画完穴位图，孙老更是颤抖着双手捧起了穴位图，激动得热泪盈眶。小兵，你简直就是老朽的贵人啊！孙老，今日我来实则是来卖身的，卖完身我还有旁的事情要做，不能在此久留。骆小兵从怀中拿出自己早就从空间里采的人参，摆在孙老面前。孙老这次直接给了骆小兵500两银子。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嬷嬷，
还有别家的成衣铺吗？这过去2条街还有一家成衣铺子，这位小姐不妨去那边瞧瞧。而那女孩听到还有成衣铺子，当即就准备要走。吴老板，你让我帮忙做的衣裳我给带来了。那小姑娘原本正要出去，却正好瞧见骆小兵手里的衣裳，当即指着骆小兵手中的衣裳：嬷嬷，我要试这一件。这位小姐若是要试，便同我去后面的试衣间。没多久，小姑娘穿着新衣裳走了出来，那衣裳正好合身。小姑娘在那转了一圈，问那嬷嬷：嬷嬷觉得我穿这个可好看啊？那老嬷嬷也是从不曾见过这样式的衣裳，觉得是新奇，再加上自家小小姐穿着也确实十分好看，便点了点头。小小姐眼光自是不错的。那嬷嬷便问锦娘：这衣裳我们买下了，多少银钱？5两银子。这位嬷嬷，这衣裳料子虽说不值什么银钱，可是这绣工这样式可都是如今的独一份，这5两银子当真是划算极了。听锦娘这样一说，嬷嬷便缓和了神色，从荷包中掏出了5两银子，递给锦娘。既然这衣裳是独一份，那这几日你这儿啊便不许再卖这样式了，原就是准备卖了再做。既然嬷嬷有这个需求，我们隔几日再做这个样式也是行的。这个时候，门口却忽然多了一个挺着肚子的妇人，肚子大的瞧着像是要生了一般，可那一点疲惫的模样，显然是赶了些路程的，自然不可能有妇人快要生了还赶路的。因而骆小兵断定这妇人肚子里揣的是双生子。夫人，您不在马车上歇息，怎的下来了？你这身子重，可得万事小心着。乔兴啊，叫你看顾好夫人，你是怎么看的？夫人身子若是受了累，你担当得起吗你？这嬷嬷，是我自己要下来瞧瞧的，你可别怪乔兴了。嘿，母亲，喏，女儿这一身可好看啊？自是好看的，待会儿去了你外祖家，你表姐妹怕是得艳羡了。骆小兵却是一直打量着饶清雅，见几人要走，骆小兵这才适时开口：夫人且留步。饶清雅回头看向骆小兵，见是一个毁了容貌的妇人，只和善地问询：这位可是有事啊？夫人如今双身子，怕是不易闻香。夫人若是信得过小妇人，得尽快找个信得过的郎中，请个平安脉才是。骆小兵就算不知道这时代的内宅斗争，但是宅斗小说他还是看过的，但看眼前情况，怕也是8、9不离10。你这意思，夫人还是请大夫瞧吧。骆小兵没有多说，他并不想卷入旁人的斗争之中。见骆小兵神色，饶清雅聪明的没有多问，便一脸凝重的带着女儿和下人走了。等人一走，锦娘这才惊奇的走到骆小兵跟前：小娘子，可否给我瞧瞧？骆小兵今日便是来谈着成衣生意的，自然没有不给瞧的道理啊！好巧的手艺，好别致的衣裳，当家的，隔壁生意你且去照看着，我与这小娘子谈谈。上回看走眼了，倒是不知道小娘子是个手巧的，还请小娘子见谅。这衣裳并非出自我手，我只是画个图样罢了。这般别致的图样你能画出，想来也是个巧人。咱们啊，明人不说暗话，小娘子想要如何合作，直接说便是。像这样特别的样式，我脑海中还有许多，不局是成人的还是孩童的，我都能画得出来图样。这次合作，我以图样与你们合作，利润我要3成。行，这件事儿啊，我答应了。娘，我哥怎么了？他不是去了庙家村吗？怎么变成这样了？小兵姐，我哥的腿你能不能切好？大全家的，你还是将大郎送去镇上给孙大夫瞧瞧吧。
虽说大郎这腿终究会瘸，但是把腿骨切上，总比这样断着胡乱长要强吧。徐大夫会看一些小毛病，但是不懂接骨的技术，他的腿不会瘸。即便你跟他们关系好，可这腿断了，怎有不瘸的道理？他的腿不会瘸，我能接好。婶子，你若是信得过我，大郎哥的腿便交给我治吧。小兵，算了，这是大郎的命，婶子这就让人将他送到镇上，让孙大夫帮忙接骨。娘，你就让小兵姐试试吧，小兵姐医术很好的。二郎，你不许瞎胡闹。娘，小兵姐的医术真的很好的。上一次我们在镇上遇到了一个死的孩子，小兵姐就给救活了，就连隔壁陈家村中风的龚大娘也都叫小兵姐给治好了。小兵，你告诉婶子，你是否真能治你大郎哥的腿？能治。小兵，大郎他，婶子就拜托你了。骆小兵也没有再耽搁，直接让人将张大郎给抬进了自己的茅草屋。你进来帮我。齐天浩进了屋之后，骆小兵关上了房门。那个，待会儿你帮我按住大郎哥，尽可能别让他腿动。齐天浩点头，走到了床边，按住了张大郎的腿。摸骨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老医生也得摸索无数次才能够得心应手，而骆小兵的从医经验却并不丰富，所以他此时心中其实是紧张的。但当手摸到张大郎腿的那一瞬间，他的面容就变得肃穆严谨起来，整个人十分专注。而齐天浩始终摁着张大郎的腿，没让他动一下，影响骆小兵的动作。但是齐天浩的目光却是一直落在骆小兵身上的。看着骆小兵认真专注的模样，齐天浩觉得心中似有什么在融化。这样专注的骆小兵分外的吸引人。在确定张大郎的腿骨全部归位之后，骆小兵舒了一口气，而后便找来竹篾将张大郎的腿紧紧地固定住。等做好这些，骆小兵这才打开了房门。婶子，大郎哥的腿暂时没事了，你先去找人弄个木板过来，把大郎哥抬回家去吧。小兵啊，婶子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婶子，你快别说这些了，我既然把大郎哥当哥哥，这一切都是我该做的。等张陈氏离开，骆小兵结算了该结算的工钱，然后说了一声今日休息，让村民们先回去之后，这才想起来欧阳奇雨他们。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秦掌柜，不知你今日来找我可有什么事啊？罗娘子是在下要找你。不知欧阳公子找我作何？也没什么，只是久不见洛娘子送松子到福满楼，我才可以来看一眼，瞧瞧这边可是出了什么问题了。说着，欧阳奇雨看着那些松子问道：不知这些要多久能成为成品？2天。没2天只能出这些吗？欧阳公子也看到了，我这儿太小，施展不开，我后面的作坊现在已经建起来能用了，这些松子不到1个月就全部能出成品。你这儿就这点东西？欧阳公子是觉得这些东西太少？少。之前骆小兵送去福满楼的松子早就卖出他们最初的价格的几倍，却仍旧没货供应，这也是欧阳奇雨亲自来走这一趟的原因。我们这深山虽然也有松子，但深山危险，若是欧阳公子觉得松子少，不如咱们合作，我出法子，欧阳公子出人力财力，去旁的县收松子，所得咱们4-6分，我4你6如何？罗娘子这个主意
未免有空手套白狼之嫌。若是欧阳公子觉得我这是空手套白狼，便当我这话没说。你出法子，我给你1成红利，如何？欧阳公子既然没有合作的诚意，那便请回吧。说完，骆小兵就直接转身。看着骆小兵毫不犹豫转身的背影，欧阳奇宇微怔。原本他只当骆小兵是一个普通的村妇，要与一个普通农夫合作，而且还亲自前来，可以说是给了对方极大的面子和诚意了。可显然，骆小兵那毫不留余地的背影已然说明了他并非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妇。一时间，欧阳奇宇对骆小兵倒是升起了几分的兴趣来。欧阳奇宇眼里的兴奋全都落在了正好出来的齐天浩的眼里，瞬间齐天浩眸色变得冷厉起来。欧阳奇宇敏锐的直觉感知到了危险，下意识的就朝着齐天浩的方向看去。只一眼，欧阳奇宇的身子就微微僵硬。为什么会在这里？虽然如今他只做普通打扮，脸上还有伤疤，但是欧阳奇宇却是一眼认出了齐天浩的身份，京城中无人不怕的存在。惨！欧阳奇宇正想跟齐天浩行礼，然而欧阳奇宇才说了一个字，齐天浩便给了他一记凉凉的带着威胁之意的眼神。他不想让骆小兵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我家娘子的主意价值1000金，你想用1成红利买她的法子，是欺负她没人护着吗？然而一句我家娘子却是让骆小兵和欧阳奇宇两人一同愣住。齐天浩的那一声娘子让骆小兵心中升起了一种异样的从未有过的感觉，而欧阳奇宇此时内心也是无比的震撼。齐天浩是怎样的一个人，京中无人不知，不说旁的，就是从不近女色这点便是人人皆知的。凡是想要接近齐天浩的女人，谁又能有什么好下场？可是这样的齐天浩却是叫一个貌丑的村妇为娘子。方才是在下的话说的唐突了，1成红利确实是买不得一个好的法子，只是骆娘子，我们也是生意人，你这4成红利可否是太高了一些了？就在欧阳奇宇快要在齐天浩的淫威之下妥协的时候，骆小兵终于是转过身来。3成，成交。两方很快就拟了协议，双方都没意见之后便签了协议。骆小兵出于客气，就随口留了一句饭。原本想着如今时候不早了，欧阳奇宇他们应该要急着赶回镇子。如此，那就多谢骆娘子的招待了。他想留下来看看到底是怎样的情况，毕竟机会难得。此时的欧阳奇宇因为心中的小九九笑得像是一只狐狸，竟是直接忽视了齐天浩那十分不友好的目光。我家只有粗茶淡饭，留不住欧阳公子是尊大佛，且也没个地方坐着，欧阳公子还是请回吧。齐天浩这般直接的赶人，明显是不想留人，正准备开口说自己刚才那话是开玩笑的，要趁着天黑前赶回镇子的时候，安安乐乐两人就从屋内走了出来。娘亲，咱家没有吃的了。显然外头的对话安安他都听到了。骆小兵原本要去厨房的动作顿住，想到厨房里几天都吃不完的菜，不解地看着安安。安安正要再开口，这个时候乐乐却以为自己明白了哥哥的意思，笑眯眯地向欧阳奇宇说道：嘿，漂亮叔叔，你要留我家吃饭，就得负责买吃的哦。乐乐这话一出，众人神色都变了。安安心想，他不是这意思，他刚才那话是逐客令。
齐天浩看着欧阳琦宇那张脸，双眸微眯，神色难看。他的脸上要是没有疤痕，能甩欧阳琦宇几条街。欧阳琦宇听着两孩子的话，想都不想，直接命令秦掌柜去买菜。饶是秦掌柜在震惊今日东家的变化，此时此刻也不得不去照做。而欧阳琦宇直接被齐天浩一个眼神给叫出了院子。等两人一前一后的走到田埂上，确保左右无人，齐天浩这才回头看向欧阳琦宇。欧阳琦宇脖子一缩，慌张的不敢看齐天浩，方才的勇气在单独与齐天浩相处的时候荡然无存。想活还是想死？秦掌柜带着去村里买的东西回来了。这东西买的多，我一个人拿不太方便，这位后生便提议帮我送过来的。张大洋送完了东西就走了。听闻小兵姐家来了客人，我来帮小兵姐忙的。骆小兵让张画眉去杀鸡杀鱼，至于鸭子他准备先养着。然而张画眉一听骆小兵指派的任务，声音尖锐的质问：凭什么要我做这些？你不是来帮忙的吗？不做这些你做什么？我是来帮忙做饭的。他可以做饭，但是杀鸡杀鱼这样的脏活他不干。况且做饭他意思意思一下就行了，我家的厨房还轮不到你来做主。你要是不愿意帮忙，现在就回去。张画眉本就气性大，被骆小兵这样一说，气得转身就要走。就在这时，齐天浩带着欧阳琦宇回来了，两人的手里还提着野鸡和野兔，显然是刚上山去打来的。原本要走的张画眉在看到欧阳琦宇的瞬间，眼睛都直了。这么好看的公子，他这还是第一次见，而且瞧着公子的穿着，还有外面停着的马车，果然跟村里人说的是一样，有钱人，这样的人才能配得上他。这位公子有礼了，我是……你是谁不重要，只是你在这儿做什么？我听闻小兵姐家有客人，特意来帮小兵姐忙的。欧阳琦宇一听这话，想都没想，直接将手中血淋淋的山鸡和野兔就朝着张画眉怀里扔。既然如此，这些野味儿你就去处理了。张画眉当即失声尖叫，然后将怀里的野味一把丢了，便冲了出去。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第一次包成这样很不错了，我第一次包的时候比这丑多了。齐天浩听着骆小兵安慰的话，抿了抿唇，然后动手继续包包子。两个人一起在厨房忙碌的样子十分的温馨，只是这般场景看在欧阳琦宇的眼中，却是怎么看怎么觉得古怪。谁能想得到，大兴王朝的当朝摄政王，大兴的战神，竟然会有朝一日待在厨房帮一个女人包包子，而待会儿或许还能吃到摄政王亲手包的包子。想到齐天浩的警告，欧阳琦宇收敛了自己脸上不该有的表情，割下自己腰间的玉佩，就走向两个孩子。欧阳叔叔来的匆忙，只是带了这个玉佩送给你们。虽然齐天浩什么都没说，但是他已经认定这两个就是他的种，现在跟这两个孩子搞好关系还是十分必要的。安安看了眼欧阳琦宇，冷漠转身，拿起树枝在一旁练字。欧阳琦宇心想，好吧，父子俩一个德行。于是欧阳琦宇将目光落在乐乐身上，乐乐的目光一直落在那玉佩上，小眼睛亮晶晶的。乐乐直接笑眯眯的接过那玉佩，甜甜的开口：谢谢欧阳叔叔。欧阳琦宇见乐乐收了玉佩，不由得松了口气，伸手就要摸乐乐的脑袋，却忽然发现一道阴影将他给笼罩。
忙完的齐天浩正冷着一张脸站在他身后。你很闲。此时齐天浩很不爽，自从乐乐知道自己是他亲爹之后，就一直不太搭理他，却对着欧阳奇宇露出这样甜甜的笑容。我既然很闲，那就去劈柴。最后欧阳奇宇苦哈哈的去劈柴了。第一次包成这样很不错了，我第一次包的时候比这丑多了。齐天浩听着骆小兵安慰的话，抿了抿唇，然后动手继续包包子。两个人一起在厨房忙碌的样子十分的温馨，只是这般场景看在欧阳奇宇的眼中，却是怎么看怎么觉得古怪。谁能想得到，大兴王朝的当朝摄政王，大兴的战神，竟然会有朝一日待在厨房帮一个女人包包子，而待会儿或许还能吃到摄政王亲手包的包子。想到齐天浩的警告，欧阳奇宇收敛了自己脸上不该有的表情，割下自己腰间的玉佩，就走向两个孩子。欧阳叔叔来得匆忙，只是带了这个玉佩送给你们。虽然齐天浩什么都没说，但是他已经认定这两个就是他的种，现在跟这两个孩子搞好关系还是十分必要的。安安看了眼欧阳奇宇，冷漠转身，拿起树枝在一旁练字。欧阳奇宇心想，好吧，父子俩一个德行。于是欧阳奇宇将目光落在乐乐身上，乐乐的目光一直落在那玉佩上，小眼睛亮晶晶的。乐乐直接笑眯眯的接过那玉佩，甜甜的开口，谢谢欧阳叔叔。欧阳奇宇见乐乐收了玉佩，不由得松了口气，伸手就要摸乐乐的脑袋，却忽然发现一道阴影将他给笼罩。忙完的齐天浩正冷着一张脸站在他身后。你很闲。此时齐天浩很不爽，自从乐乐知道自己是他亲爹之后，就一直不太搭理他，却对着欧阳奇宇露出这样甜甜的笑容。我既然很闲，那就去劈柴。最后欧阳奇宇苦哈哈的去劈柴了。吃完之后，如骆小兵所想一般，欧阳奇宇直接要买菜方，卖不了。你要什么条件尽管开。不是我不卖，只是喏，你看这些菜靠的是这个辣椒，我无意中在山上捡到的，如今虽然留了种子，却还没有种出来，所以菜谱卖给你也没用。你什么时候能种出来？开春。骆小兵直言，要是能够弄到防水隔热的油布，或许冬天就能够种出来。油布我去找寻，但是这辣椒的生意，希望齐夫人能够优先考虑与在下合作。听着齐夫人三个字，骆小兵总觉得不自在。欧阳奇宇便没有再多留，带着秦掌柜就先告辞离开了。此时天色已经昏黑，骆小兵收拾了碗筷，便打水给两个孩子梳洗，正要带着两个孩子回屋睡觉，却被齐天浩拦了下来。你不是要习武吗？那个，我先哄孩子睡觉。你们需要哄睡吗？安安乐乐正要点头。不小了，只有小孩子才需要娘哄睡。娘亲，我带着妹妹进去睡。安安看向骆小兵，小脸鼓鼓的，他才不要被他看扁呢，便带着不太情愿的乐乐回了屋子。那个，我需要做什么？蹲马步吗？我先教你轻功。还没有等骆小兵反应过来，他的腰就被一只大手圈住，紧接着他人就落入了一个温暖坚实的怀抱中。还没等他回过神，身子就腾空而起，瞬间的失重感吓得他连忙伸手圈住了齐天浩的脖子。然后骆小兵整个人彻底呆住，这姿势貌似
好像有点暧昧啊。骆小兵尴尬，想着要不要放手，可朝底下看了一眼，骆小兵吓得顿时抱紧了些。不管了，尴尬总比摔死强。骆小兵将脸埋在齐天浩怀里，来了个眼不见为净。等骆小兵体会到脚踏实地的感觉时，两人已经到了一处山谷。山谷中有一处温泉，许是因为温泉的缘故，所以这里的温度也明显比别处的要高许多。这里可否种植辣椒？原来让他学轻功是假，带他来这个地方是真。有这么一个地方，他想要在大冬天种出什么来，那都不是事儿了。行了，开始练功吧。一改骆小兵所知的以蹲马步打基础，齐天浩就直接用树藤绑住他的腰身，然后用巧力带着他从树上一上一下，来来回回的。骆小兵累得够呛，整个人被折腾得七晕八素的，完全就没有掌握半点的轻功技巧。就在骆小兵感觉自己身体要到达极致的时候，齐天浩终于宣布今日训练结束。等骆小兵泡好了温泉，洗去一身的汗渍，被齐天浩抱回家的时候，已经子时快要过了。一日一早，远处传来第一声鸡鸣的时候，俩孩子便从被窝里爬起，自觉地去外面蹲马步了。俩孩子看着自家娘亲还在熟睡，不想惊醒自家的娘亲。等俩孩子蹑手蹑脚地出了房间之后，齐天浩这才从床上起身，坐在床沿上。齐天浩的视线直接落在骆小兵那张累极了却睡得并不安稳的脸上。齐天浩走到骆小兵的身旁，蹲下身，正想给骆小兵输送点内力，却忽然瞥见骆小兵那微微凌乱的衣衫内处，昏暗中依旧可见的瓷白色。动作顿住，神色微僵，而后像是身后有什么追赶一般，齐天浩逃也似的离开了房间。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吃完早饭，骆小兵正想着去看看张大郎的情况，这时候却见陈家村的人前来上工。罗娘子，这主宅快要建好了，你可要进去瞧瞧，有什么不妥的。听老陈这样一说，骆小兵也很心动，想着现在时间还早，一大早去瞧病人也不太妥当，便点头了。安安乐乐两人也很想知道他们的新房子长什么样。整个房屋采用类似四合院的建筑，左右两边各有一大一小的两间厢房，大的那一间能用来住人，而小的那间一边是厨房，一边则是杂物房。从大房子的正门进去之后，便能瞧见里面是四室一厅的格局。两个孩子看着这样从来没有见过的房子格局，眼里全是惊叹。就连齐天浩都不由得因这房子的格局而挑了挑眉。老陈这次让骆小兵来，主要是商讨茅房和大门的事宜。虽然骆小兵知道抽水马桶的原理，但是想要在这儿做出来还是十分艰难的。而这儿的茅房他也着实是用不惯，所以他就准备做那种沟式冲水的茅房。骆小兵的思路一出，老陈就愣住了，接着就是满脸的惊喜。我怎么就没想到还能这样做茅房的？便直接提议要跟骆小兵买这个做茅房的法子。原本骆小兵将这个法子说出来是没有打算卖的，而老陈要是帮他做了，日后要给旁人做，他也完全不会知晓。可老陈却是当着他的面提出来要买法子，让他觉得老陈这个人实在，便只收了1两银子。爹，不，我现在跟大郎和离了，得叫您一声叔。张家我是真的待不下去了，你就放过我，
放过我的家人吧！我也去撕了他！他就不明白了，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样颠倒黑白、忘恩负义的人？也向来好脾气的张二郎也有撕人的冲动，只是一旁的骆小兵却是制止了他。如今他们是在庙家村，打起来吃亏的可能性更大。谁敢来我们庙家村闹事，我倒要看看，有我在，你们是如何欺负我庙家人的。有德，认识这么多年，我还当你是明事理的，倒是没有想到你竟是这样的老糊涂一个。你别欺人太甚，我看欺人太甚的是你们。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传来啪的一声巴掌声，妙翠兰那白皙的脸上印着巴掌印。妙翠兰看着眼前快速出现并且打了自己的女人，一脸震惊和不可置信。才几天不见，骆小兵竟然与之前大变样了，不仅皮肤变得白皙，就是脸上的疤痕也渐渐淡去，容色竟是比他还要好看几分。骆小兵，你这个贱人，你竟敢打我！不等妙翠兰话说完，又一声传来，妙翠兰脸上的巴掌印对称了。崔氏反应过来，上前就要打骆小兵，只不过崔氏的动作还没落下，就被一双手抓住。崔氏骇然，一抬头，正好与一个脸上有刀疤的男人的视线对上，一时间，霸道惯了的崔氏感到了害怕，脚下一软。齐天浩这时候正好放开崔氏的手，崔氏一下子跌坐在地上。这两巴掌我早就想给你了，先前你打我儿子，我没去找你，那是因为你是张家的媳妇，如今你已经与张家没有关系了，新仇旧恨便一起清算了。你造我和张二郎的谣言，想要逼我去死，给你两巴掌，让你知道不是什么话都能够随便说的，既然说了，那便要付出代价。你们还愣着做什么？眼睁睁地看着咱们庙家人被欺负吗？庙家村的人闻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却并没有上前。这位小娘子，这是我们庙家村，事情可不能做得太绝了。我做得太绝？难不成做得太绝的不是你们庙家村的人？可妙翠兰进入张家的时候是什么样，如今又是什么样？这般样子，你们确定她是被欺负了？妙家村的人顺着骆小兵的话，也回想起了妙翠兰成亲以前的模样，可却是黑瘦黑瘦的。可现在妙翠兰白白嫩嫩，谁说我不用做活了？我不是还得洗衣服做饭吗？洗衣服做饭是你一个人做的？杏花和婶子难道没有做吗？可是她妙翠兰不仅撕毁了休书，还让家人打断了张大郎的腿，更是在今日一早重新送上了和离书。他说的可属实？村长，他是骗人的。村长，是这个女人，她勾引我小叔子，是我亲眼所见，绝非有假。这个女人不检点，5年前就在外乱来，生了2个野种。都没有想到齐天浩竟然会在这个时候动手，他是直接一脚将妙翠兰给踢飞了出去。5年前我们便拜过天地，谁说她是未婚先孕了？看在他们都决定假成亲的合作关系上，骆小兵自然十分配合，乖乖的任由齐天浩揽着自己的腰，占着自己的便宜。不可能！村长，当初我与小兵成亲，也没有他熟知的人见证，以至于这么多年他独自担着骂名。反正回去后，村长帮忙看个黄道吉日，到时候我重新迎娶小兵，宴请大家。这事情我便应下了。回去后我给你们选个黄道吉日，这庙贵家欺负我张家之人，今日这公道我自是要讨回来的。这事情你们想怎么解决？张大郎是休妻，不是和离，妙家人必须去衙门里把备案修改过来。张大郎的腿被打断，妙翠兰家需要补偿50两银子。50两？你怎么不去抢了呀？不赔钱也行，那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打断！骆小兵抬手指着3人，你们谁愿意被打断腿的？妙贵父子没有吭声，显然他们都不想被打断腿。娘，你快去拿银子出来！娘，我不想被打断腿，你把银子赔给他们。小兵，对不起，是我没有看好安安。安安去哪里了？你别哭啊，这事情说出来啊！骆小兵他们离开之后，这3个孩子就在院子里玩。
可忽然就有人冲进院子里，二话不说的就要抢孩子。安安为了保护乐乐，就先被人抓住了。张陈氏他们听到动静出来，想要将孩子夺回来。张陈氏几人的呼救，就引来了村子里的张二狗。二狗一见有人抢孩子，立刻就上前来帮忙。可张二狗腹部被捅了一刀，如今正躺在张二郎的房间里，情况危急。而对方见可能闹出人命，就没有多耽搁，这才没有让乐乐也被抢走。听完这些，骆小兵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就在骆小兵有些承受不住的时候，一只大手紧紧地抓住了他的胳膊，而他的后背也靠在了一具结实的胸膛上。骆小兵转身看向齐天浩，帮我。我会帮你。齐天浩看着骆小兵那双明明带着几分脆弱却又故作坚强的眸子，有些心疼。等我。等齐天浩走了，骆小兵让乐乐等他，然后便径直去张二郎的房间看受伤的张二狗。孩子还没找到，但洛宅的人今日出过村子。的意思是，这件事跟洛宅的人有关。见齐天浩点头，骆小兵便陷入了思考之中。骆小兵就想到了自己刚穿来的时候，大伯娘范梨花要给他找亲事。范梨花说对方是镇上的张老爷，无儿无女，所以想要娶她，让安安继承香火。当时他就觉得奇怪，骆小兵就将自己的怀疑给说了出来。齐天浩一听，脸色凝重。你在家等着，我这就去查。夜渐深，临安县县令郭弘阳此时却正在为县里的集庄杀人案而焦头烂额。一抬头便见屋子里不知何时竟站了个人，那人隐在黑暗中，看不清容貌。你是谁？郭弘阳拿起令牌一看，当即一惊，不知武阳将军有何吩咐？郭弘阳便将齐天浩当成是那邓志成派来的人。将军听闻近日临安县内常有人口失踪案，特令你去查探此事，请回禀武阳将军，下官定会彻查此事。齐天浩果然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只是线索到了关键的时候却是断了。他在这边的人手不多，暂时还不想暴露身份，所以只得用邓志成的名号去找县令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小姑娘别担心啊，我的儿子儿媳都在外地，家里啊就老妇一个。走到一处僻静的巷子里时，老妇忽然就领先了骆小兵一步。骆小兵只当作什么都不知道，只低着头跟在老妇身后。忽然老妇停下，在骆小兵还没有来得及抬头时，便有药粉朝着骆小兵洒来。为了逼真，骆小兵真的把自己弄晕了，只不过也事先服用了延迟解药。主子，不好了！说，主子，西河镇出事了，罗姑娘她被抓了，怎么回事？说清楚。天星不敢有片刻的耽搁，从手中拿出一块玉佩，而后将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出来。而那块玉佩便是齐天浩给骆小兵的那块。给你们3个时辰，要是找不到人，你们也不用回来了。瞧着还是个泼辣的，待会儿也别让你快快求手。说着，穆桂平伸手就要抓骆小兵，然而在穆桂平的手要碰到骆小兵时，另一只大手却是更快地抓住了穆桂平的手腕，然后一抓一捏之后，穆桂平便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声。那只抓向骆小兵的手生生被掰断，穆桂平一只手被掰断，另一只手却依旧提着安安。你可知道我是谁？而就在他正松之际，他的断手被一脚踩住。啊的一声痛呼传来，接着力道加重，另一只手踩在他的脖子上，疼痛和窒息的感觉让他差点咽气，更别提再多说一句话了。你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很快就会成为一个死人。穆桂平还没有来得及继续往下想，他就觉得一疼，人便晕了过去。拖下去，通知知府3日后升堂。是。